怎么会？陈镖头，救我！救我！聒噪。钱货两清，人情两散。自己养的祸害，拿捏不住，怪不得别人。任务完成，可以抽取新词条。恭喜获得永久鹿泉词条、开道斩和现世词条、金刚不坏之身。忙活这么久，也不算亏。这世道妖魔横行，草菅人命，好在有标人系统，也算有了立足之地。如今有了这开道斩，也是时候携长途镖往远处走走了。小陈呐，怎么才回来？你离开这段日子，这老丈指明找你护镖，天天早上来问，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。什么镖？这么着急？陈镖头，老朽自三花镇而来，自觉已时日无多，想托您将我孙女平安送到她舅舅家，只是路途遥远，乃是2000里外的大周皇朝。嚯，都干出大云了！我是想接长途镖，但这第一趟也太远了。老朽知道规矩，这是20两定金，只要他平安到达，他舅舅还有100两白银的酬劳奉上。120两，这价钱确实公道。这贪财之徒真的比先前的9位镖人更强吗？既然如此，也应该知道我的要求。第一，镖路我说的算；第二，目的地途中不得更改；第三，立字为据，违反任意一条，我有权一拍两散。触发押镖任务，护送洛离前往大周上京城太傅府。200点，刚才结束那个镖才10点，还是长途好啊。小黎，看人不能只看皮相。陈镖头走镖10年未曾失手，有他在，这趟路才有几分指望。有劳陈大哥了。哼，被这小丫头看扁了。没问题，在最后一页按手印。我靠，这么厚的条款！但既然爷爷已经确定了，我签。任务已接受，可使用技能，得加钱。陈镖师，那今日我们便回去准备一下，明日一早三花河畔见。张叔，晚上喝一顿，不醉不归。小黎，爷爷刚才说的话你要切记。最后这一路上凶险万分，只有一人可信，就是陈镖师。爷爷，还差10点，正好够用。子府记，此行也算有了些底气。这10年押镖的积蓄，就留给乡亲们吧。走吧，路长着呢。唉，既然如此，路上就额外赠送你一份帮你走出失去亲人悲痛的套餐吧。喂，我们不休息一下吗？骑马还嫌累，我看你都多余买这马，还能省下一笔草料钱。马都骑不稳，也不知道你买这千里良驹干啥，真是钱多的没地方花。靠！这家伙也太气人了！到底谁是雇主啊？不仅让我从小良好教养养成的心境濒临破碎，就连爷爷病故的伤心事都有些淡化了。天色刚好，在这休整一下，趁在天黑之前翻过这座山。我的呢？你的什么？我说小祖宗，吼！
你付的是镖费，又不包含伙食费，想吃啊得加钱。你混蛋！老子是镖人，保你小命的可不是你家保姆，没空理你这大小姐脾气。哼，不吃就不吃，再忍一天，明天就能和小姨会合。到时候山珍海味馋死她。这小丫头还挺有骨气。走吧，启程了。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，虽然这屋檐山脉并不是特别危险，但它地处十方沼泽边缘，传闻那沼泽深处的妖魔，连统御10万镇妖司的司主都不敢轻易涉足。狼大哥，出门在外交个朋友，这点买路钱不成敬意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你这辈子也找不到我这么专业的镖人了。哼，投机取巧，不过是一头刚入先天境的魔狼，厉害点的镖人一刀就解决了。这魔狼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出来巡逻的少狼，斩杀他就要做好接下来被上万只魔狼围攻的准备。唉，懒得跟这傻丫头解释。好饿啊！活该，谁让你那么小气，连点伙食费都舍不得出。混蛋！算了，饿得没力气了，不想跟他吵。不好，往前走，莫回头。又在搞什么？我本来也不回头啊。不过这混蛋说完，我怎么感觉脖子凉飕飕的？小离，我的乖孙女儿。是爷爷。蠢货！天元归一，无形八方，一语定乾坤。居然是鬼祟，无形无态的怪谈诡异。这只应该名为莫回头，规则是一旦回头便会被永远定格，全身气血回流，半刻钟就会生机消亡。刚用斩马刀盯住了此地规则，必须抓紧时间。今有一魂误入汝途，我以火马作舟，渡他还阳。此间因果邪神以为如何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别怂啊，狗东西！真想给你2个大耳刮子，就20两，你可算是赚大了。要不是老子的实力给他吓住，他能答应火马换你小命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我昨天饿晕了？我靠！我马呢？你把我马卖了！我爷爷养了3年的千里良驹啊！混蛋！有你这么当镖人的吗？哼，寻常人被鬼祟拉入规则，就算没死也会直接忘掉几天内的所有事。这傻丫头居然只忘了关键的一段，还能活蹦乱跳的，体质不简单呢。吵什么？
是你自己舍不得花钱吃饭，也是你自己不信邪，非要回头。马用来换你命了，现在闭嘴！你到底饿不饿？你不饿一会儿就走了。我吃。老板给我来2碗面条。等会儿见到我小姨，我看你怎么陪我马。哼！小姐，您来了。这位是？别理他，走。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我高低给你2巴掌。但这丫鬟身上怎么有股不同寻常的气息？就是这样，我爷爷找的这个镖人气死我了，而且就是个混子，给他辞了吧。小黎，我看你活蹦乱跳没打断你，但是你有所不知，城外半月前来了一只名为莫回头的鬼祟，已经有半个月没有一个人活着走进望月城了。半月前我就花重金托人给你爷爷传信，推迟1个月再出发，现在看来信使也已折在了路上，而且上头已经派了一支镇妖司的精锐小队前来，按理说10天前就应该到了，应该也已凶多吉少。我苏家商会的皮货生意也因此停摆，因此小姨也不能同你一同出发了，我必须留下来，想办法让我们的生意回到正轨。怎么会这样？而且听你的描述，你应该已经遇害，但是硬被那镖人用某种手段拿黑马从莫回头手里换回了你这条命。你自己想想，你一个先天境武者，就算饿2天也不至于饿晕吧？难道他真的有那通天的本事？还有那魔狼，据我所知，十方沼泽边缘的魔狼群，最小的一只规模都超过了1万只。你遇到的8成是巡山的少狼，一旦少狼死去，位置会瞬间共享给魔狼王，到时候你将面临魔狼群的围攻。你爷爷果然给你请了一位顶尖的镖人呢。我错怪他了，的确，爷爷的眼光从未出过错，他的安排必有深意。好了，不说他了，你爷爷呢？他身子骨可还好？我过世的消息除了陈彪方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的小姨和一切你认为可信之人。你就当这是我唯一的遗言，切记，切记。爷爷最近身体一直不好，他嫌路上舟车劳顿，说想在老家待些日子，过段时间身体好些再说。喂，有什么话赶紧交代，我的时间就是金钱。我应该给他道个谢，可钱，你就知道钱，我又不是不走。小黎，不可无礼！居然这般年轻，还有这般本事，但他为何会屈尊窝在三花镇那种小地方？苏月见过陈镖师，多亏镖师一路护送，苏月感激不尽。我这外甥女性子骄纵，还望陈镖师担待。这女人和那丫鬟的气息一样。苏夫人客气，平安护送是我镖人的职责。至于小孩子闹脾气，我们做大人的理应担待。你劳烦陈镖师再耽搁半日，我这边有事缠身，无法同行，所以请了一批镖师，想让他们一同护送前往大洲。路约第3款第7条，不得无故耽误甲方镖人的护送时间，若有违反，我有权解除合作，不退定金。但也不是不可以通融，得加钱。我靠，奸商怎么还带坐地起价的？唉，没问题，给陈镖时加2两银子的耽搁费，如何？行，你们慢聊。诸位都是平阳郡地界镖人榜前100的高手，劳烦各位镖头将我这外甥女安安全全的送到大洲上京城。没问题，苏夫人，包在我们身上。以前不是没跟别的镖人合作过，可那帮人大多都死在了我的刀下。我只希望现在这伙人能专业点儿，不然我手中的刀可只认钱不认人。第一次长途镖，不能大意，我得规划规划路线。靠，亏了，规划出的最短距离超过了6000里，我好像让那老头坑了。这个混蛋，碰到危险时，你最好真的有通天的本领。
你去开2间上房。小姐，这种小事哪用得着您操心？我去。我们只吃饭，不留宿，吃完饭连夜出发。啥？我一下午啥也没吃，现在还要连夜赶路，他是不是故意要折腾我？大家都累了大半天了，如果不好好休息，若是遇到危险，我们拿什么应对？再说了，罗老爷子资历最高，是大家公认的总镖人，你一个毛头小子都没在平阳郡镖人榜上听过你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了？我靠，这家伙疯了！通玄后期，不到20岁的通玄，原来是个武道天才。哼，但这并不代表你有指手画脚的资格。此地名为青苍山脉，横跨800里。如果今晚休息，明晚只能走到山脉中心。山脉中心的危险程度，无论是留宿还是深夜行镖，都不必我过多转述。但如果连夜赶路，明日下午就能到黑石镇，有客栈，休息一整晚，后天便可直接穿过这片青苍山脉。这是保你小命最安全的路线。确实有道理。好，听他的。就显得你能耐。我们这么多高手在，连夜穿过没有？你妹的！你们没给老子钱，最好老实点。好歹也是走镖几十载的老镖人，让这么个毛头小子装了个大的，跟打咱们脸有什么区别？大家莫慌，只是一头落单的魔猿。不好，这是妓院魔猿！哼，受死！住手！别击碎他的胸骨！陈冠，你刚才鬼叫什么？一头最常见的低阶魔猿而已，我按照规矩迅速击杀，以免惊动其他妖物。你这一嗓子，要是引来更恐怖的妖物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你要是太紧张，可以去队伍中间待着去，别在这小题大做。不论你刚才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，下次我会直接在你出枪之前斩掉你的手。记住，我的镖容不得半点纰漏。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妓院魔猿？我们走镖几10年，从来就没听说过。扰乱军心，危言耸听，乃镖行大忌。你要是不说清楚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那是你们孤陋寡闻，这是一种罕见群居魔祟。妓院魔猿自爆后会产生怨念之血，一旦沾染，便会被打上一个追踪印记，无法抹去，并散发特殊气味。方圆1000里内对所有妓院魔猿共享位置，对目标展开不死不休的追杀。随时间推移，气味会越来越浓，定位范围也会越来越大。刚才那一滴血落在谁身上，你们自己清楚。真的有一股像烂桃子的味道。我说你小子装神弄鬼也要有个限度，什么妓院魔猿，什么追杀令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没错，要是真有你说的这么邪乎，咱镖人这行早就没人干了。陈冠，你想干什么？陈冠，这家伙怎么胆子这么大？难道看不出这些老镖人是一伙的，因为失了面子才处处跟他作对啊？那群东西快要追上来了，怎么这么快？难道这2个家伙这是故意拖延时间？行了，收起武器，抓紧时间赶路。难道这小丫头身上带了什么财宝，让那2个家伙眼红了？可这丫头不就是三花镇的一个大户人家吗？能拿出什么值得人眼红的宝？虽然这小子的嚣张确实让人火大，但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速度肯定会被追上，不知道这群魔猿数量多不多。如果不多，全部途径印记就会解除，不然就麻烦。其他2种方法都不太现实，一是小丫头自己的修为高过魔猿的王，再者就是和他们的王谈判。
唉，好麻烦。我再查看一下图谱信息，找找有没有第4种办法。不说魔猿会追杀到天涯海角吗？我怎么一个都看不见？哼，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英雄救美，看上咱们小标主的美色，真是丢我们标人的脸。就是，仗着自己年轻长得还行，就想骗小姑娘，真不是个东西。真正的标人不应该这么无脑才对，这帮人一直在无脑针对陈官，完全不像一个行走了几十年标路的老标人。已经被包围了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还不开始下手？跟了一路了。他们是在等伏击的最佳位置，居高临下。这，洛姑娘，山下危险，现在必须改道，绕过黑石阵，离开青苍山脉。你小子真当自己是跟踪是吧？我们忍你很久了，一惊一乍。不说别的，绕过黑石阵，路程起码要增加1倍。言尽于此，洛姑娘，你自己决定跟他们走还是跟我走。洛小姐，别听他忽悠，你要是觉得他不靠谱，尽管让他滚蛋，有我们兄弟几个护送，保证让您舒舒服服到家。爷爷跟我叮嘱过。行，听他的，走。够了，陈官！标队指挥向来是按资历来定，罗老爷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指挥权理应由他来担任。凭什么你小子嘴皮子一碰，让我们停就停，让我们绕就绕，张口就让我们多绕2000里冤枉路？你当你谁呀？标王吗？这小子好重的杀气，少在这装神弄鬼！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在这吆五喝六！赵人是除罗通之外资历最老的一位，可是老牌通玄后期的高手，竟然毫无还手之力。还有谁想试试我的精良？你们要庆幸接下来有场大战，否则……哇，这家伙原来这么狠，一个人就能镇住这么多老头。看来这小子真的不是在唬人，而这一路周围确实有些安静过头了。听城关的，这个老家伙好在没老糊涂。不好，那些家伙动手了。这小子疯了！不好，快上马车！陈官，你好好看看方向，这些魔猿在将我们往山脉中心驱赶。不想死就好好跟着我，别问那么多废话。你地形不利，先顺着他们的意图跑，等到一处开阔易守难攻的位置，再展开回击。抓紧长刀，别怕。这是碎玉，能与魔碎沟通，付出代价达成和解。这野小子居然掌握这种失传已久的秘法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
注意远程投掷。老刘！陈官，救救他！陈官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明明可以救，你非要看他死！我是镖人，不是救世主。我的职责是你，不是他们。他们拿钱卖命，我也一样。你如果想让我去救别人，可以，得加钱，而且你得自己保护自己。记住，把命交给别人是最蠢的事。这世上能救你的人只有你自己。我就加钱加完了，他就给我砍了。愣着干嘛？赶紧滚过来！我刚还大言不惭骂他不是人，他要是真走，刚刚我就被这些怪物撕碎了。靠，好尴尬！我身上有印记，待在我身边应该是最危险的。赵武死了，那么多兄弟都死了。如果早些不听信谗言，7条人命本不必葬送在此，都怪我。唉，这千头妓院魔猿只是一个试探，真正的招牌军还没出面，不然我一个人就解决了，还跟这些家伙啰嗦什么？小离，看人不能只看皮相。确实，这个男人虽然贪财嘴贱，一路上对我爱搭不理，但他从来没有在我遇到危险时犹豫哪怕1秒。那个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舍得加钱的镖，我向来都是这么认真。陈镖头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等都错怪你了。原本这2个家伙一直嘲讽我，在那里找茬，故意拖延时间，明显有问题。可这一战下来，又不太确定。不过先留点心眼吧。你们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还没脱离危险，这只是先锋小队的分支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原地休整，明日一早出发。啊，我们不应该趁着这帮魔猿撤退，赶紧找机会绕路吗？留在这儿不是等死吗？妓院魔猿每次战败都会立刻撤退，总结经验，优化战术，重新挑选更适合的战场。今夜肯定是不会回来的，而且今夜是为数不多能喘息的机会了。这丫头的身份不简单，这种场面居然适应得这么快，还有心思让我去救别人，这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不是一般的高啊。陈大哥，我身上这个印记，你知道怎么能解吗？有我在，你不用太过担心，办法有很多，只不过需要时间。李飞绝对有问题，我原以为他是图财，但如果不是就麻烦了。这妓院魔猿出现的地点太诡异了，他们理应聚集在十方沼泽深处才对。难道有人特意把十方沼泽里的魔祟请出来针对洛灵？那他得多大面啊？怎么看怎么不像啊！陈镖师，队伍已经整顿完毕，趁着天色微亮，妖祟尚未完全回巢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好，准备进山。陈大哥，我昨晚想了想，咱们这么走下去太被动了。哦，怎么你有好办法？群居魔祟必然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，那咱们要不要去找一只跟这妓院魔猿实力相当的群居魔祟，直接将魔猿引到他们地盘上？一山不容二虎，他们肯定会打起来。到时候咱们就趁乱脱身，驱虎吞狼，借刀杀人。没想到小镖主还懂兵法，可谓绝处逢生之计。这小丫头身份果然不简单啊！这个想法居然和我想的破局之策一样，不错，还算有点脑子。平时没白读那些圣贤书。这青苍山脉往西600里，
是黑风岭，那里盘踞着一群铁甲魔牛，皮糙肉厚，脾气暴躁，十分合适。这条标路老夫以前走过几十次，知道一条隐秘小路可以直通那片黑风岭。不如由我带队，咱们即刻出发。不去黑风岭，咱们直接往东，进十方沼泽。什么？陈镖师，你疯了吗？就是啊，那可是十方沼泽，哪怕是边缘地带，镇妖司都不敢轻易涉足。咱们现在这点残兵败将，直接闯进去，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这里去黑风岭的路程有600里，哪怕我们日夜不休，也至少需要2日。这2日，谁敢保证那些速度奇快的妓院魔猿追不上来？况且凭那几头只会用蛮力的畜生，给他们热身都不够。而十方沼泽，从这里下去有一条废弃古道，直插沼泽外围腹地，仅有100里。只要进入十方沼泽外围地带，里面的领主每一个都不是善茬，他们只要敢跟上来，到时就看谁技高一筹了。好像有道理。让马匹吃饱喝足，调整好状态后，咱们直接出发。好。怎么了？我刚看来着，绑得很结实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妖魔的皮子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问的是，你没事带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我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做点生意哪来的钱？没钱怎么给你付标费？这话说的好像我很贵一样，我都感觉被你爷爷忽悠了，好吧？行了行了，这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你那个小姨的主意？是我小姨让我带拉到大洲那边去贩卖，大洲两面环海，皮货稀少，能卖出3倍的高价。行，没事了，你回马车去吧。有虫子，有意思。皮货差事一般都是单一品种，得罪也只多得罪一种魔祟。这辆车，各种妖魔皮毛混杂在一起，几乎不重样。各位，我刚才仔细想了想，决定兵分2路，一队跟我护送洛离走古道进十方沼泽，另一队拉着这辆车皮子前往黑风岭，然后绕道去千里之外的望北城，咱们在那里汇合，再一同赶往大洲。陈镖师，我们镖人走镖最忌讳人镖分离，万一雇主遭遇不测，这个责任可不是你一个人承担得起的。您这好端端的要分成2队，总该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？对啊，任务若是失败，镖行盟会可不会听你什么原因。十方沼泽环境恶劣，没有什么正经官道，这辆车皮子根本进不去。就算强行抬进去，声势浩大，必然吸引大妖注意。人少反而更灵活多变，我们只是甩开追逼，又不是去拼命。我既然敢这么安排，就有一定的把握能带洛林安全走出十方沼泽。我只需要5个人，你们自己来选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，走十方沼泽9死1生，你们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我都不会出手。我希望你们自己能想好了再回答。陈镖师，我随你一起去。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你干嘛？当然是跟你做一匹马呀，难不成你还想让我自己骑一匹？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骑一匹？有人保护你，你怕什么？那可是十方沼泽啊，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。行行行，但是我是镖人，拿钱办事，卖的是技术和经验。你跟我同坐一骑，传出去影响我的名节。你要是实在要做也行，得加钱。行行行，给你加2两银子，行了吧？财迷。哼。你们5人跟在后面，记住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掉队，尽量压制马匹的生意。没我的允许，任何情况下任何人不得擅自发动攻击。好。
陈镖师，这一路有些太过异常了吧？一路上寻常的妖魔都没遇到一只。准备战斗。啊！我等奉行天道，乃是过路之人，欲借此地一过，不知妖仙大人可否行个方便？不好，是妖怪，口吐人言的大妖。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来吧。这是妖蟒！可恶！好硬的鳞片！阁下，放过我，我愿让你们过此路。现在知道要脸了，晚了！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境界？连通玄高人都无法破防的蛇妖，竟然被他一刀斩断。这家伙好厉害啊！顾到他真是赚大了。陈镖师，这头妖蟒的尸体该怎么解决？不要动它，取一些血涂在马肚子上。这可是通玄巅峰的大妖，尸身若是带出，哪怕一小部分，也能卖个数百两银子啊！真是要钱不要命。这大妖的躯体对人族是大补之物，对妖魔又何尝不是？带着这玩意儿上路，麻烦会接踵而至。明白了，确实有道理。我们这就去取蛇血。快点，大妖气息散去，此地很快便会有其他大妖前来抢占地盘，我们得尽快离开。找个地方先休整一下。陈镖师，咱们这已经是彻底进入十方沼泽腹地了，那些妓院魔猿为何一直没有动静？哼，因为我已经解除了洛姑娘身上的标记。陈镖师，此话当真？当然，你们这一路不都看出来了吗？可这味道还在啊！陈镖师，您是用什么办法去除那标记的？好厉害！祖传秘法不方便告知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出沼泽和李飞他们会合了？此地一直向前，可以直达苍凉山脉。山脉横跨大洲，我们直接从山脉前往大洲，可以节省1/3步程。到时候让当地镖行盟会飞鸽联系一下望北城的李飞他们，我们在前方的城镇等他们便是。也好，正好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休整疗伤。再向前100里会进入另一个大妖的领地，只要通过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穿插出去。好。小心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化骨水，这是死事，怎么可能？先离开这里。这个小丫头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能动用死士来劫杀的人物，即便是望月城城主，恐怕都还不够。他这是什么道法？看不出半点真气波动，但却好像无坚不摧。无论斩杀什么，都从未出过第二刀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以防御力著称的铁甲魔牛啊！陈镖师，且慢，不能再往前了。
这铁甲魔牛一看就是被人提前击伤，导致发狂，然后故意引到这里来的。对，前方高阶妖魔越来越多，我们再这么走下去，恐怕要成为这些神秘人手中的刀。陈镖师知道我们进入十方沼泽还能追上来，只可能是从李飞他们那边，他们可能已经……不用已经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洛离身上还有那个味道，你根本没有去除他身上的印记。说，你是不是拿他们去调虎离山？对，既然是镖人，就要随时做好赴死厄的准备。没人吸引主力，你们绝不可能活着走到这里。你不应该感谢我吗？不过李飞并不是死在妓院魔猿手中，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。什么？你是说刚才那个黑衣人是李飞？这不可能！等等，你是叛徒！罗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十方沼泽普通人进来都会迷路，更何况是进来找人。除非有人一路给那些死士留下标记，否则他们绝不可能这么快这么准的追上来。罗大哥，你这也未免太武断了吧？我们一行7人，你凭什么就认为我是那给死士留下标记的叛徒？从我们出发开始，就你和李飞一直明里暗里的针对陈镖师，妓院魔猿那场大祸也是因李飞而起。若不是他，我们绝不会有那么多兄弟死掉。而且这一路上就属你的话最多，询问别人的保命秘法，这是江湖大忌，只要是个修士都知道。而你却脱口而出，你不是叛徒，为何急切想知道这种秘法？我那是没有多想，就是纯粹的好奇。罗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是叛徒，我那就是个习惯，是谨慎。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，去地府好好解释吧！陈大哥，你杀错人了。没杀错，刘硕不是叛徒。化骨水和淬了剧毒的匕首，果然是死士。陈官，多谢您为我洗清冤屈啊！不是，你这家伙一路上不是跟这个作对，就是跟那个作对。我这都是从龙小养成的习惯，嫉恶如仇，见到不平事就忍不住要多嘴2句。对了，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也反应过来了。当时我本来没想过针对陈官，就是那李飞还有那个程毅几个老家伙，总在我面前叨叨，说什么陈镖师不给我们这些老人面子，装大尾巴狼。我这才……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哪知道他是有着这个目的。咱们这个职业虽然危险，但地位崇高，受人敬重，怎么会甘愿成为人家手中的一条狗，去当这什么见不得光的死士？陈镖师，借一步说话。抓紧刀，不要松手，否则小命没了可别赖我。陈镖师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张元还有李飞以及其他好几个人，都是15年前陆续来到我们平阳郡的外地镖师。来到平阳郡后，名声才慢慢打响。如果李飞和张元是死士，那当年一起来的那批人，恐怕一个都跑不了。他们当时差不多有50来人，只是这几年随着任务牺牲了不少。这一次跟我们出来的24人中，至少有15人都是当年那批外地镖师。你说，是这些人本来就是死士，还是中途叛变，成了某些人手中的刀？如果是后者倒还好说，可如果是前者，镖行里从一开始就混进了一批死士，时间点还刚好是15年前，跟这个小妮子的年纪齐平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妓院魔猿明显是被人请出去的。这么高规格的刺杀，怕是大周某个王公贵族的私生女。若我们没能护住洛小姐，失职之罪难辞其咎。她背后的大人物也不会放过我们。而且显然，赶前来刺杀的势力同样也来头不小。这单生意很棘手啊！知道这丫头的身份不简单，但怎么越来越离谱啊？这帮人已经不适合待在我身边了，只会拖后腿，得赶紧给他们打发走。陈镖师，你是怎么看出他们身份的？从李飞杀那头魔猿开始的。什么？那么早？可他那晚的应对，按照镖行规矩来说没问题啊。迅速击杀，然后利用真气压制其爆裂，
以免血雾溅到雇主和货物留下气味。罗老爷子，你想明白了吧？他不仅没有压制妖祟自爆，反而顺着风向利用枪劲将爆炸污血精准崩到洛丽身上。甚至我大声喝止时，他也是利用你们的自尊和固执挑起对我的不满，掩盖了下毒手的事实。每次我提出绕路，都会与我争辩，明显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。原来如此。不过，真正让我确定这支队伍里有大问题，是那2车皮子。皮子？多种妖魔皮子混在一起，只要是有经验的镖师都知道，那玩意儿在这野外就是个行走的仇恨吸引器。这确实。最开始是李飞绑的货车货物，和魔猿大战后也是他去整理收拾的货物，加固的绳子，他肯定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但是他没有任何惊慌，更没有主动疑问。他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，所以你便断定他有问题。对，最后我通过李飞筛选出了队伍里所有有问题的人。所以你要区分为2队，这样正中他们下怀。那队人只要离开了队伍，便可暗中跟踪刺杀。我们一下就处在了妓院魔猿和刺客的双重追杀中，但你在皮子上动了手脚，反而把他们留在了十方沼泽外，要不然死士绝对不止这几个，妓院魔猿也早就追上来了。可这刘硕，他纯就是愣头青。再就是赵仁和程辉，他们心里没鬼，自然会为队伍考虑，从而主动站出来。那你打算之后怎么行动？应激没解，我只是用手段暂时压制了气味，最多还能持续半日。一旦失效，他身上那个如同黑夜明灯般的定位标记，必将引来妓院魔猿最后的绝杀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依旧兵分2路，我带着洛灵去想办法解印记，你们出去之后直接去望北城，等3日。我现在想到了一个能彻底解决洛灵身上的标记的方法，但不方便带你们一起。而且这十方沼泽的凶险你们也看到了，一旦遇到顶级的妖祟，你们别说对付，恐怕连自保都难。说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了拖后腿的累赘。不过确实，陈冠这神鬼莫测的刀法，恐怕遇到传说中的子府大妖都能过上2招。可我们拿了钱，就应该护着这趟镖走到目的地。没有说不让你们送，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解决洛离身上的标记。接下来我会从一条小路前往十方沼泽的边缘，先送你们出去。你们出去之后，即刻前往望北城，在城里等我3日。我解决了他身上的印记后，再与你们会合。3日之后，若是还没有等到我们，你们便继续前行，直接前往大周的上京城。沿途每经过一座城池，都在城里最大的镖行客栈里留下我们约定的标记和信息。如果我们走到了你们前头，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留下信息，以便联络。你是想将我们推出这场阴谋，一人承担所有风险与杀机？陈镖师，行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里浪费，你去跟他们3人说清楚，我们即刻启程。死丫头，你可算给我坑惨了。哇，总算是走出来了。你们沿着此路下山，再往前走500里，便可抵达南阳郡。穿过南阳郡，便可直接到达云水城地界。陈镖师，大恩不言谢，我等在前方等你。等等，陈大哥，咱们不跟着下山吗？真气外放作为动力，这家伙难不成是子府高手？可传说中的子府高手都是一甲子的年纪，哪有20岁就到这种境界的人？望月城的那个苏月是你亲小姨吗？当然，她是我母亲异母同胞的妹妹，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。没有她，也就没有现在的我。不是我亲小姨，她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好？小时候母亲重病去世，我就被母亲托付给了小姨。一家子人一直经营着皮子生意，逐渐成为了当地豪强。6岁的时候，我跟我外公去三花镇住，学习琴棋书画这些大家闺秀该会的东西。这镖人都是苏月雇来的，而且那2车皮子明显是用来吸引妓院魔猿的源头。我在其中就感受到了魔猿的气息。20几年的皮子商人，不可能不了解杂皮子在野外的危险性。但从这小丫头描述的过往，这苏月又显得太过平庸，不像是能请动十方沼泽中的魔王。好烦！陈大哥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深入沼泽腹地，进十方前泽，找办法解决你的印记。安心跟我走便是，不要多问。把这帮魔猿途径太耗时间了，而且还要深入沼泽去寻找他们的王。现在只能是找一位同等量级的妖王走走后门了。当初一位带我入行的老镖夫给我讲过一个传说，
说西南方向浅泽千里深处住着一位怀婆婆，一个修行1000年的怀树妖，实力不算顶尖，但人缘极好，认识不少强大妖髓。虽然是传说，但我在系统地图上真的找到了一个名为槐花屋的地方，说明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。如果真能解决自然最好，不能解决全当抄个近路，避开死士追杀，一举两得。时机合适，进行迅速截杀。小黎，有些事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。小姨怎么可能害我呢？不可能。你能不能先讲点礼貌？哦，你们可是来找怀婆婆的？我靠，说话了！在下陈官，特意前来拜访怀婆婆。怀婆婆已经走后多时了，跟我们来吧。好耶！恭候多时。你们是什么妖啊？妖？我们是人。哦，原来你们是人妖啊！不是，我们就是人。知道啦，你们是妖人。行，那很曼妙了。晚辈陈官，见过怀婆婆。晚辈洛离，见过怀婆婆。年轻人啊，胆子就是大，敢从外面自己走进来。婆婆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这是我亲手培育的百花玉露，请慢用。谢谢婆婆。谢谢婆婆。你来此可是为了她身上的东西？前辈慧眼如炬，晚辈冒昧来此，确实是为了此事。办法是有，但老身有个不情之请，这是小敦和小红，是老身唯一的2个孙子孙女。怎么突然开始介绍孩子了？这老树妖不像大限将至之人，为何要托孤，还是给一个人族？难道那只妓院魔猿的地位还在婆婆之上？去，你们带着这位洛离姐姐去后院找小草玩玩去。婆婆早就知道我会来这里，只是猜到了迟早会有人带着那个小丫头来这里，但没想到来的是一位镖人。老身可以帮你解决她身上的怨印，那头老猿之事也不用你管。作为交换，我希望你能带我这2个孙子孙女离开这里。我是镖人，只行护镖之事。如果要用婆婆的命来换这一趟镖的成败，那这买卖太亏，我不做，告辞。等等，年轻人别急着走，婆婆我并没有让你承担因果的意思，这本就是我的命数。你是不是认识洛离，或者说认识他背后的人？1个月前，一支由5000头妓院魔猿组成的先锋军从我这槐花屋路过，那领头的猿将顺路进来向我讨了一杯百花玉露解渴，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他们走出十方沼泽深处的目的。5000头？那时我便知道了之后的命数。至于他的身份，既然他自己没有告诉你，老身也不便多嘴。他来到这里就是命数，老身已是大劫难逃，借此人情也不过是顺水推舟。我最多还有3日时间，还望小友看在这2个孩子从未作恶的份上，成全老身。一个1000年老妖竟然会不计代价地帮助一个初次见面小姑娘，甚至不惜以整个槐花屋的覆灭为代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身这千百年来也时常在问这天地为什么。老身当初只修炼了200载，便已开启灵智，修炼500载便化为了人形，如今更能在此地称王，庇护一方生灵。
而眼前这棵老槐树呢，它在此地扎根生长，已受天地之灵滋养足足3000余年，但至今它依旧只是一棵普通的老槐树，始终不能诞生哪怕一丝灵智。这又是为何？老身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个答案，临了老身才得知此乃命中定数。我怀妖一族身在这十方沼泽，却有了不该有的能力，这便注定了结局。老身今日如此选择，也不过是顺应天命。也没看出这老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而且为什么洛离一出现，就会让他的特殊能力为他招来杀身之祸？这老妖到底怎么想的？明知有祸还不跑。洛离这死丫头真是超级无敌大没性，身份复杂的要命也就罢了，怎么到哪拿死人？就来拜个门，喝了杯茶，就把这一家老小全都带走了。行，你希望我带他们去哪里？此行向北，直行2000里，跨过一片迷雾密林，密林深处有一座桃花坞。你只需将我这2孙儿平安托付给那里的桃花仙，便算是了却了我们之间的这一桩因果。向北，那是继续深入十方沼泽腹地，危险就不说了，时间都得至少浪费半个月。靠，亏大了。行，那解除他身上的印记需要多久？老身已将我这1000年修为加上槐花坞积攒1000年的百花精气，暂时将他身上的怨印压制住了7日。那只魔碎老猿有着2000年的修为，这不是普通怨印，即便十方沼泽能解之人，也不超过1手之数。你需要在7日内找到我那桃花仙，他便是能解此怨印其一之人。他那里有一味天香豆蔻，可解除天底下任何怨印的根源。但若超了时限，怨印会彻底爆发。到那时，方圆万里内的任何魔碎都能感知到它的位置。看来从洛离进入此地时，这一家老小便被拖下水了。救与不救都是劫难。多谢怀婆婆。还有一事，妓院魔猿老巢离此地多远？小友，这十方沼泽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恐怖。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而且你也没时间耽搁。一旦这怨印爆发，这天下魔咒都将是你的敌人。行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了。将这个带给你们的桃花椅。记住，到了那边要听话，不可再像在家里这般顽皮，更不可惹是生非，知道吗？走吧，哥哥，坐我的船。这是打过仗？非也，这里地势特殊，地底有一条岩浆河，高温常年炙烤大地，才形成了这一幅末日降临的景象。走吧，这倒霉地方足有2000里之广，穿过这里才能到迷雾森林。我只剩小半袋水了，你还有多少？给我喝点。一口水1两银子。谢谢大哥哥。偏心。你们就待在这儿，不许出去，听到了吗？给，这下面可没水分，先喝点儿。谢谢姐姐，可你也没多少了。少废话，让你喝你就喝。别怕，有我呢。不想给老子当下酒菜，就给老子老老实实守在这里。要是让那些小妖打扰到老子休息，老子就把你剥皮抽筋，做成烤全牛。陈大哥，这是？啊，刚收服的坐骑。坐骑，老
这刀上有曾经见过的几位妖王的气息。赤林蟒3个月前还跟我抢过地盘，行，有这实力那还说啥了？拔我一只脚算客气的，日行千里，使命必达。这头赤焰灵牛绝对是一头货真价实的魔操，还是一只魔王，实力最低都是通玄境巅峰。大魔一般都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完，这个家伙让魔王当坐骑。有我在，你们不会有危险。这个你们俩分了，好好休息一晚，明日一早继续启程。多谢哥哥。陈大哥，我的呢？赔钱货，我可让你给坑惨了，越想越亏，越想越气。没有，那给你，给我喝2口总行了吧？那这个可以有。别说，这上面还真是宽敞，在这危机四伏的十方沼泽里，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坐骑了。出发！越往深处走，温度就越高。这2个小家伙够呛能过去啊！虽然已经越过最为酷热的中心地带，但如此下去，这2个小家伙到不了桃花沟啊！必须得想想其他法子了。哼，终于肯出来了。你们待在这里，不要动。都出来吧，躲什么呀？阁下好眼力。陈大哥，大晚上的这么没礼貌的堵在我家洞口，就是为了专程过来夸我一句？当然不是，我们知道阁下是一位镖人，拿钱办事，护人到家。既然都是做生意的，不如这样，你尽管报个数，拿了钱转身走人，将你身后这个小姑娘交给我们，如何？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生意，你到底出不出来？小郎君可真是好敏锐的洞察力呀！我森罗殿办事，闲杂人等离开，可以既往不咎哦。森罗殿是什么玩意儿？好嘞，你们慢聊。口吐人言，这竟然是一头大妖。能降服一头妖王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小郎君有点本事哦，刚才他的话就是奴家的话。这趟镖，雇主给了你多少钱？你开个价，奴家给你双倍，如何？原本想问问这个森罗殿啥完事，但是看他们欺软怕硬的样子，哼，算了。原本想问问他们找洛离干嘛，现在看到这女人头上那朵怀花物小妖头上的花，哼，罢了。陈大哥，那是小花，那是小花。那好像是同小墩和小红一起玩耍的小红花。想不到刚离别几日，再次见面竟然会是以这种方式。原来那朵奇葩花叫做小花啊！前几日她哭着求奴家，说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我人人从小心肠就软，当时就答应了她。喏，不用感谢奴家，我给你带到了你朋友面前。这上面可是淬了我精心调制的魂洗散，无色无味，一旦沾上，瞬息就可化成一滩浓水。可这男人不仅一眼就看出了此花有毒，还能毫发无伤接过，又如此轻描淡写的将毒气化解。不过他只有一个人，问题不大。大哥哥，我奶奶她是不是也被他们？没事，你奶奶她很好。你们先带着小花去洞里等着哥哥，哥哥有些事情要跟这位姐姐好好商量商量。怎样，小郎君，考虑好了没有啊？2倍价格不行，3倍、5倍、10倍都可以哦。难不成那个小丫头还能给了你一座金山呢？但即便是金山，
奴家也给得起。他倒没那么大气，只是给了20两定金而已。小郎君，没想到你竟然为了20两银子就敢趟这趟浑水。现如今，整个天下像你这样守信重诺的镖人可不多了哦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000两，你转身离开，可好？不是说好的一座金山吗？你这砍价直接往小脖子根儿砍。只要认钱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那就1万两。我陈官行走镖道10年，送过人，送过畜生，更送过妖魔鬼祟。但最贵的一趟镖，定金也就这次的20两。姑娘，你倒是挺大方，真能给一座金山，这钱恐怕我一辈子都花不完了。那是值得我们欣赏之人，我们从不小气；识趣之人，我们将更加大方。但是你来之前，可能没打听过我的规矩。规矩，小郎君，在这世道，银子才是最大的规矩。这个难道你不懂？姑娘说的没错，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做生意都讲究一个先来后到。小郎君，奴家这可是为你好。这趟浑水牵扯甚大，绝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镖人能承受得起的。这女人话有点多，得加钱。啊，加钱？你想加多少？1倍。啊，才1倍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。那不就40两吗？为了40两就要拼命，疯了吧？小郎君，奴家也加1倍，2万两，换你现在当做什么都没看见，如何？原本是可以商量，但你手太欠了，碰了不该碰的东西。护法小心！好霸道的刀法，通玄中期的高手毫无还手之力。一起上，做掉他！子府画力，好你个苏静言，竟然舍得在这小丫头片子身边留下这么一个恐怖的后手。子府境强者已脱离凡人手段，举手投足间便能引动天地之力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些通玄境可以抗衡的。更何况我能感受到，这绝对不是子府境初期的实力。是算了，这个消息必须带回森罗殿。想走？原来是妖术，有意思，人族竟然修炼妖术。归隐术，而且还不是寻常归隐术，身体能化作烟雾，说明他不仅学了妖术，人也在慢慢化妖。难怪他会摘掉小花，稀释掉小花那一身精纯妖气。不能追了，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脱离护送目标100米范围之外。万一护送目标出事就亏大了。但他知晓了我的实力，他必须死。看天术。小子，你一定会后悔你今日的选择。还是第一次见人化妖，想要长生，然后与一种藤蔓类妖物共生，给自己练成了半人半妖的状态。人和妖修炼功法时，真气运行经脉天差地别，强行修炼妖道这痛苦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而且化妖后大多样貌都不人不鬼，但这女人化妖后截然不同，显然是有着特殊的路子。这个大周有点不简单啊！主人放心，老牛检查过周围，敌人已被尽数消灭。这头赤焰灵牛不是趁乱逃跑了吗？第一次见这么稳健、这么懂得审时度势的妖怪。刚才要是黑衣人那边赢了，他就直接跑了；要是我赢了，就赶紧跑回来表忠心。算了，还得让他跑腿，懒得计较。算你识相。
多谢陈大哥救命之恩。别，可千万别，承受不起，我这小人物承受不起啊！你是不是有些事儿没跟我讲清楚呀？其实我是一位公主。你真是公主？靠！20两给我拉进黄泉夺嫡的烂摊子里了，亏死我了！好在有加钱 buff， 不然真要被气死了。只希望这死丫头现在说的是实话。行了，别在这杵着了，去，把他们身上的水袋都解下来。咱们不用歇了，直接上路。我们1天前就已经察觉到与奶奶的血缘羁绊断了。我们会听话，好好活着的。我们会回去找她。人杀妖取灵炼药，妖吃人茹毛饮血，又是一笔乱账。与我无关，我就是个镖人，只管送货赚钱，与我无关。收拾一下，咱们立刻出发。各位爷，坐稳了。这天底下神秘宗教势力确实不少，这个森罗殿算是碰到的第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神秘宗教势力。但这帮自命清高的修士，向来都是占着某处名山古迹，极少现身，从不会主动沾染皇权清药这滩浑水。可这丫头不就是大周上京城皇帝老儿的私生女吗？怎么会把这种神秘势力给牵扯进来？这大周怎么感觉有点乱啊？怎么这趟镖死士、魔祟、妖祟还有宗教势力都有牵扯？这大周皇室关系这么杂吗？老牛，怎么皮痒了？主人，不是老牛我偷懒，再往前走，乃是十方沼泽内10大禁地之一桃花坞啊！详细说说。我也不太清楚，我没进去过，而且也进不去。无论是妖还是魔，一旦进入这迷雾森林深处，就会彻底迷失方向，即便死了魂还在里边飘。就算不迷失，如果碰到了迷雾森林中的那个桃花坞，多半也会被当成肥料。肥料？此话怎讲？老牛，我以前曾听一位路过的妖王前辈讲过，说那桃花坞中间住着一位桃花仙。那位桃花仙呢，他有一个爱好，就喜欢养花种树，但他喜欢拿咱们这种成了精的牛啊、羊啊、虎啊、猴子当肥料啊。老牛，我这黑焰河领地上一任妖王还有上上一任妖王，据说他们都是有一天突然跟中了邪一样。那老怀妖怎么把自己亲孙子往这么一个地方推呢？你妖能不能别这么怂，连妖王都能轻易拿捏的当肥料？那这位花仙，莫非个顶尖的大妖？不到啊，我们都是从各种传言里听说。主人，要不咱绕路吧？阁下可是来送人？对，我们是来送这2个小树妖。看看，她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花姨？好像是。啥？这是几个意思？我们没见过花姨，只是奶奶曾经跟我们描述过她的样子，跟她长得差不多。懂了，那老树妖压根不认识桃花仙，完全是借我之手走个捷径。哦，你是不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个花姨？正是吾。不过吾今日来此，不仅仅只是接这2个小家伙。啥？不接他们，难不成来接我啊？吾是来接洛仪的。啥玩意？这死丫头不会在骗老子吧？即便是一位公主，也不可能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，而且还是一个禁地之主。而且这女子刚才的眼神，显然根本就不认识这2个小树妖，认准洛离才来的。你认识她？认识。她刚出生的时候，吾曾有幸见过一面，只是没想到，一转眼竟也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。啊，怎么从来都没有听小姨和爷爷提起过？唉，看她这死处也不认识这女人。靠，这大周皇室这么复杂吗？居然连这十方沼泽里的禁地之主都有牵扯。你赶紧跟他走吧。不行，洛离，你当真决定好了
要前往大周。前辈，前往上京是晚辈的夙愿，亦是晚辈此生必须完成的使命。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险阻，晚辈绝不会回头。啥夙愿？啥使命？不就是回去夺嫡吗？阁下，此去大周，你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，你可想好了？啥？一上来咒我干啥？能让我陈官万劫不复的人，还没出生呢。其实，吾原本是想出手将你留下，以此来阻止洛离进入大周，也算是还了苏静言这个人情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能将2位小树妖送到这里来，也算是苏静言说的变局了。他说的不会是死丫头的爷爷吧？那老头子有这么大能耐，能让这个连妖王都能拿来当花肥的恐怖存在欠下他一个人情？不对不对，让老子捋一捋。当初我在苏静言的身上仔细探查过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修炼者的气息，他凭什么能跟这个十方沼泽里的神秘女人扯上关系？而且，不对不对，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？苏静言为什么要阻止洛离去大周？当初苏静言临死之前亲自找到我，让我送这个丫头去往大周，怎么自己又在这儿埋了个钉子？洛离，拿着这个，天香豆蔻可解你身上的怨印，如果路上你想通了，便捏碎这桃树枝。届时吾自会去接你来这桃花坞，斯人相望不如相守。哎，靠，这个娘们还会吟诗了。刚才那个女人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也听不懂。死丫头，骗鬼呢？你真是一位公主，你确定你没骗我？真的，陈大哥。能调动一方镇妖司的黄泉令牌。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周离了？我只随我娘，姓骆。算了算了，平时一个任务也就几个标点，而且能加钱的客户半个月都碰不到下回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，我只是个标人，其他什么都跟我没关系。走了，送我们去落凤山脉。啊，落凤山脉，从此地去往落凤山脉，沿途足足有3000里路啊！老牛，我这4条腿可能有些吃不消啊！少废话，你想现在就被做成下酒菜吗？走，现在就走，即刻出发，使命必达。这傻牛10天10夜瘦了一大圈，也算把脚力给彻底练出来了。原本一天撑死跑个300里，现在咬咬牙，一天跑个千百里都不带喘粗气的。就这脚程，我都有点舍不得放他走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位爷丁丁瞅我干啥呀？俺老牛这么卖了命的跑图啥呀？不就图把这位爷哄高兴了，好早日放自己一条生路吗？这怎么感觉好像起我骑出感情了？行了，就到这里吧。啊，主人，不让我送您出这落凤山脉吗？啊，那既然你这么客气，那个主人，我开玩笑的，咱们这些妖怪可不能随便踏出十方沼泽，那样会坏了规矩。行了，回去吧，这一路多谢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对了，主人，天上有只傻鸟一直跟着咱们，都跟了3天3夜了。我撤退了，告辞。有妖气，一群妖精，好狗不挡道，堵在这儿干嘛？陈镖师，我们的目标不是你，还请让开。这一路都是认识这个死丫头的，怎么突然冒出一伙认识我的，还是一群妖精？你不用猜了，行走三河镇的第一镖人陈官，10年未曾失手，连阴碎那等要命的活都敢接。我们知道你的本事，也清楚你的来历。你若是不想小河村里的那些乡亲就此消失，就请让开。小河村的乡亲们对我有恩，竟然有人胆敢拿这个要挟我，找死！这里是1万两银子，只要你现在退开，这一辈子都不用再当见钱眼开的亡命徒了。死丫头，说话呀！我加钱。陈镖师，只要你退开，我也可以加钱。你只能加号去地府。
血雨化物，以阵王妖血驱动，融合妖气与自身，短暂提升至半步子府境界。杀！难道这天下真有此一劫？喜儿，苏月身边的侍女，你为什么要来袭杀你家小姐？你若不想万劫不复，不想人间生灵涂炭，就别送他去大周。洛离的亲爷爷想方设法要阻止他入京，他那位看着他长大的小姨，竟然派陪他从小长到大的丫鬟来刺杀他，结果这帮人又花大价钱雇自己来护着他，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操作？死丫头，还骗我！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？这个死丫头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竟然还在跟我演戏。那你知道那是谁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真是能装啊！那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丫鬟喜儿，老子刚刚才亲手宰了她。你现在马上给老子一五一十的说清楚，你爷爷为什么要阻止你去大周？你那小姨又为什么要派人来杀你？什么？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老子在三河镇走了10年镖，连魔狼的毛都没见过一根。莫回头那种传说中的存在，听都没怎么听说。可偏偏就在我们路过的时候轮番出现。青苍山脉里的妓院魔猿，那是十方沼泽深处称王称霸的主，却被人请出来堵我们的路。还有你小姨给你安排的那24名镖师，其中有1半以上都是潜伏在平阳郡10几年，专门来刺杀你的死士。你跟我说不可能，不知道。早就感觉苏月有问题，但苏月将这个死丫头从小养到大，怎么就非得等到雇了我上路之后才动手？快说，你真当老子是傻子？陈大哥，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还在装！我现在不管你那消息是好是坏，你现在立刻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不是公主？你去大周到底要干什么？陈大哥，我没骗你，我是公主，但我不姓周。不姓周？啥意思？你是大周前朝紫霄皇朝的公主？大周推翻了曾经盛极一时的紫霄皇朝，洛正是紫霄皇朝的国姓。这死丫头是前朝云烨，你是要去大周复国？不错，我此行大周，便是要为我洛氏皇族37627口冤魂复仇。我要夺回本该属于我紫霄皇朝的一切。100年前，我紫霄皇朝为抵御妖魔，新设镇妖司。那时镇妖司的司主不过一介山野村夫。我父皇一次出售游猎，偶然见他徒手搏杀妖狼，欣赏他那天生猎杀妖魔的狠力与天赋，便破格将他带入紫霄，悉心培养。父皇对他倾尽信任，短短10年，便让他从一介布衣登上了掌控镇妖司30万大军的滔天权位。却不料他竟在国潮灾起之际，暗中勾结10方妖魔，联合朝中奸臣，带领30万镇妖军发动兵变。那一夜上京城血流成河，我洛氏皇族37627口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尽皆被他屠戮殆尽。我母亲更是被他们做成人质，送给那些妖精欣赏。紫霄皇在临死之前，燃尽最后一丝龙气，以无上秘宝将其封印，将我拼死送出上京城。这丫头原来都100多岁了，难怪这个丫头空有先天境的修为，却连最基本的真气运用都一窍不通。这应该是那道封印，让她一直处于停止生长的状态，同时又被某种宝物持续温养着肉身。100年光阴积攒下来，导致她的体质发生了变异，即便不主动修炼，也硬生生被堆到了先天之境。就凭你一个人去大周复仇？当然不是，我洛氏残存旧部，已为此足足准备了100年。
现如今三军集结，各方组织势力响应，万事俱备，只差最后一步。而这最后一步，便是我这个洛氏皇族最后一滴血脉。陈大哥，我原本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只是不想你沾染因果。等到了大周境内，我便准备让你自行离开。可现在，这丫头是怕我知道了她身份，等到了大周那边会被接应的人杀人灭口。但我也得愿意继续护送。这死丫头是去大周造反，这要是到了大周，大周皇帝要知道仇家来了，怎么可能不出手阻挠？原本以为最多就是搅和进了某个王公贵族的夺嫡之战里，谁成想这直接就加入了造反的行列。若真把这丫头送到大周，让她跟那些前朝余孽会合去造反，这不等于亲手促成了一场灭国之战？原来桃花仙和喜儿说的万劫不复是指这个。大周皇朝一旦因为洛离的到来而陷入内乱战争，那各地被镇压的那些大妖魔王必将趁势而起，肆虐人间。到那时，千里赤地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人间将沦为炼狱，而我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一个遗臭万年的千古罪人。我父母也正是因为这种国家动荡，导致大妖魔王趁乱出逃，在人间肆虐而惨死于小河村。老子在乱世中守着规矩，辛苦做了半辈子的镖人，最终却要走上这条大逆不道的路，成为挑起天下战火的千古罪人。最可气的是那个死鬼苏静言，为什么要坑我？你爷爷和你小姨为什么要阻止你去大周？我也不知道。按照原定计划，本应是由我爷爷与小姨一同护送我前往大周，与我舅舅等人会合。但爷爷突然病故，小姨又说有要事脱不开身，最后就只能由我一个人单独前往。我看就是故意找借口退出，将这颗雷送到我手里，让我来当个千古罪人。陈大哥，你现在若是想退出，我可以将全部的镖费都付给你，你只需将我送到落凤山脉尽头的鱼鳞城便可。哼，钱还没到账，你想赶老子就走？我可以将身上的银两都给你。我要的是银子吗？我要的是标点。我怎么之前就没看出他是前朝余孽呢？等等，不对，苏静言好像刚好是我进入镖行那一年出现在三河镇的。新人镖人的前3次出镖，算是对新人的考核，只有顺利通过，才能去县衙里正式登记造册，拿到镖师的身份凭证。而我成为镖人，接的前3档生意，就全都是他苏府发出的任务。原本这都是正常事，可跟现在联系一起，那就有些不对劲儿了。难不成那个老家伙从10年前就开始布局了？你在找我护送之前，你爷爷是不是还见过其他镖人？一共走访了9位镖师。陈大哥，你是第10位。他们的年纪呢？他们好像年纪都不大，看着都不足20岁的样子。果不其然，苏静言从10年前就开始在三河镇布局，物色能护送他孙女去造反的人选，而我从一开始就是他的目标之一。这10年他一直在观察我，直到我出道以来从未失手过一次，更是言而有信后，我就成了他心中最适合的人选。你爷爷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他乃是前朝紫霄皇朝执掌天下国运、辅佐2代军的国师。国师？难怪。你小姨呢？真是你亲小姨？小姨是父皇的侍卫统领的女儿，至于我舅舅是洛氏世子，为了隐藏身份便改姓苏。那你知道苏月为何杀你？不知。行了，他那个爷爷恐怕从始至终就不赞同洛离去大周复国送死，于是便留了一个后手，就是那个桃花仙，用他来检验我的实力，看我是不是他这10年来寻找的那个变局。至于他的小姨苏月，我完全看不懂。辛辛苦苦养育他10几年，却又在他身旁埋藏了李妃等死士，甚至连十方沼泽中王者都能调动，还能安排莫回头刺杀洛离。如果说他投靠大周皇帝，那就合理了，毕竟大周皇帝有勾结魔祟的毛病。可还是不对，这苏月既然投靠大周皇帝，那为何不在这死丫头小时候动手，非要等出山河镇才开始动手？难道是钱没给够？实在不理解。若取消这趟镖，那我坚守了10年的规矩就等于破了。但若送他去大周，我必将承受千古骂名。关我屁事！老子是镖人，镖人只管送货收钱。走，去大周，我送你去造反。
不过得加钱。陈大哥，等进入大洲后，我再额外送你一些。哟，20两，大气。走，出发。陈大哥，走1天1夜了，歇一会儿吧。行，那边石头上等着我，我去弄点吃的，但是2两银子。这趟镖虽然名头不好听，但收入不会少啊，搞不好可以直接窜到天人境，完全不亏啊。陈大哥，我此行去大洲，可是要去打仗，你难道就不怕吗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怕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又有什么好怕的？那可不一样，我舅舅那边已经集结好了100万大军和数十个组织势力，只要我一到大洲上京城，立刻便可揭竿而起。我靠，100万大军，这恐怕还只是打头阵的先锋部队，鬼知道他们这些前朝余孽在这100年的时间里，到底准备了多少压箱底的后手。我只是个镖人，不是救苦渡难的圣人，爱怎么打怎么打吧。你去休息休息，我们2个时辰后出发。这些年押镖积攒下来了6个永久词条和10个现实词条，此次陪这个死丫头是去大洲造反，前途未卜，不可大意啊！喂，醒醒，该出发了。等等我！过了这大云内最后的一座鱼鳞城，就算正式进入大洲境内了。陆玉，原来是陈镖师，失敬失敬，请在这稍等片刻。得，洛离的身份100%是暴露了，也还行，看这态度肯定不是通缉令。陈镖师莫要误会，我等并无恶意，只是奉了上峰的命令，特来护送2位离开大云国境。现在这是担心洛离会将造反的麻烦引到大云皇朝了。这丫头不仅是个行走的祸害，现在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官爷，赶了1天的路，可否容我们在此休整1日再走？我等也是奉命行事，职责所在，必须立刻护送2位出城。怎么，咽不下这口气？要不你现在就冲进大云皇宫，去跟那女皇陛下理论理论？那不没事找事吗？我只是在怀疑，是不是我那个小姨故意泄露了我的身份？这你还用怀疑？她这应该是得知喜儿没能留下我们，所以想着将你的身份捅给大云国，想借他们的手来看能不能迎来什么转机。但现在对苏月这个女人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原本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大周皇帝收买，但如果真如此，那就不可能将此事捅给大云皇朝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，防止被人利用。那应该是要让他大失所望了。大云和大周这2国，虽说因为妖魔鬼怪这个共同的敌人，被强行绑在了一条船上，但私底下又因修炼资源、天才地宝、人口，甚至还有虚无缥缈的气运等，导致2国相对。明面上是他们盟友，其实背地里都巴不得对方早点完蛋。哼，现在大周要内乱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毕竟对方弱1分，他们就能多得到1分。在这吃人的乱世里，多1分实力，就多1分保障。别说，你还真有几分做帝王的料。那是，如果不是大周那个狗皇帝谋权篡位，我洛离必将为这世间开万世太平，让黎民百姓再无饥寒之苦。陈大哥，你要不要助我一臂之力？只要你愿意，
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，该醒醒了，大白天的怎么开始说起梦话来了？紧张什么？就你这样还想去大周造反？你这不是把我是反贼刻脸上了吗？我这是身上痒，难受。行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人撤。王都尉，别来无恙啊！这位姑娘是我一位远房亲戚的朋友，要去往你们大周进行访友，还望老哥你多多关照。赵雷，你当本都尉什么人？岂能随随便便就可以收买？来人，给本都尉拿下！给我仔仔细细的检查，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妖气，查查是不是他国派来的奸细。禀告都尉，并无妖气，陆羽何归？本都尉一向公事公办，绝不徇私枉法，怎么可能为区区钱财所动摇？哎呀，这是咱们上次生意上的余款，王都尉误会了。这样啊，那就多谢赵兄了，改天请你喝酒。这出戏演的滴水不漏啊！原本我进入大周之后造反的事，将来必定会给放我入境的王都尉降下大罪。他这装模作样演这么一出，不仅将罪责消弭掉，还能光明正大收好处。陈大哥，你怎么知道那王都尉只是装样子？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偌大的江湖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那是人情世故，玩得赚活，玩不赚死。人情世故，那江湖是什么？江湖这个词，其实你可以分开来看。我知道了，所谓的江湖，是皇朝争夺的土地，是修炼者争夺的资源，一方土地的气运，甚至是子民的信仰香火，是我走过的每一片土地。那你又为什么说江湖是人情世故呢？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大周地界了，你就好好琢磨琢磨，接下来应该怎么造反吧。说的好像造反是儿戏一样。哼，你这什么都不懂的死丫头，去大周造反不是儿戏是什么？好，你听着，我只跟你说这一次。你在出生那一刻，便已经身处在这个偌大的江湖之中，而你这一路所看到、所经历的，就是人情世故。玩不转人情世故，那你就注定是一个炮灰。就像那王都尉，他之所以敢这么干，不是他想这么干，而是他不这么干，他就混不下去。在这乱世之中，他这个位置混不下去的结果就是死。陈大哥，你就不能讲得再清楚一点吗？如果你连这句话都听不懂，我劝你还是趁早回你的山头，老老实实当你的大小姐去。如果那王都尉不领赵雷的情，赵雷就会给他使绊子，让他坐不稳这个都尉。还真有可能，此人是大云镇妖司统司，经常跟妖精打交道。王都尉如果拒绝，便会得罪于他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才那出戏码，既不驳了别人面子，又能多一个朋友一条路。可这个江湖跟我复国有什么关系？陈大哥，你是不是不想我去复国？不，我非常赞同你去造反。你闹得越大，我这趟镖的含金量就越高，我就能多赚点钱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好好讲讲江湖？啥？我已经讲得很仔细了，不是你看不懂，而是因为你一直没有活在江湖中，所以感受不到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一路你会有机会认识到什么叫江湖险恶。现在就是一个机会，你有2个选择。第一个是继续维持你的皇帝梦，第二个是先认识江湖。你想选哪一个？我当然看他的样子，这恐怕不只是随便问问。之前我以为江湖就是那些游侠快意恩仇、仗剑天涯的传奇故事，是一群不服王化、游离于规则之外的莽夫聚集地。但是一路行来的各种经历来看，好像又有些不同。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追求，坚持着自己的立场，
这个江湖或许是我此次复国大计之中最变幻莫测，也最至关重要的一环。陈大哥，我想先了解江湖，再谈复国。可以。你们打算等到什么时候才出来迎接你们的主子？就是他，没错。暗狼卫统领秦风，恭迎少主归来！恭迎少主归来！诸位快快请起。从爷爷那里听到过暗狼卫是专门为我打造的护卫，其侦查和隐藏能力在大周都算顶尖存在，有他们一路排查危险，这一路就安全多了。这位应该就是护送少主的镖人吧？多谢阁下一路护送殿下回归大周，这是一些赏金，这趟镖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哟，还挺大气，又是20两。秦风统领，这位是护送我一路进入大周的陈官陈镖师，接下来他将继续护送我进入上京。少主，我们司主的命令，此行我等不宜暴露身份。一个陌生面孔跟在身边，目标太大，无法与我等一起潜伏进入上京城。这……你们造反就造反，这怎么搞得跟过街老鼠一样，还躲躲藏藏的？少主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？诸位不必惊慌，陈镖师乃是可信之人，他不会……不行，去，将殿下的马匹牵过来。踏入镖主仪仗内者，死。这个家伙怎么这么冲动？一言不合就杀人，杀的还是自己人。现在他是我的镖，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之前，任何靠近者，老子都视为劫镖之人，格杀勿论。你这是什么规矩？以我对陈官的了解，这个举动背后必然有他的道理。刚才那一刀没有任何真气波动，难道是传说中子府境高手？一个不到20岁的子府，这怎么可能？此次奉司主之命，千里迢迢前来接应殿下，难道就要这么空手而归？陈镖师，你只是一个镖人，现在人已经平安送到了我们手上，理应算是完成了任务。不知此次的镖费多少？我们可以双倍，不，3倍奉还。镖费嘛，也不多，他爷爷就给了我20两银子定金。20两银子？哼，这里是20两黄金，足够顶你那点镖费的100倍了。拿着钱滚！你疯了不成？难道是这些人有问题？仔细一想，确实有点不对劲。他们一上来丝毫没有将我当成主人来尊重，言行举止之间都是在机械地执行那个神秘司主的命令，却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受。是选择皇帝梦，还是选择江湖？陈大哥，这些人是不是有问题？他们认出你后，有一丝轻微的杀气被我发现了。通缉前朝余孽洛离，赏金白银100万两。我也加，我靠，加100万两，那可是一支100万大军几年的开销啊！我怎么加啊？100万两，没想到这个死丫头竟然这么值钱。你赶紧给我加钱，我有点想拿你去换赏银了。加，我给你加50万两。不过需要我到了上京城才能想办法给你。
虽然有点少，但你要知道，这种赏金，你就算完成了任务，也不一定能领得到。而且你还会遭到我舅舅他们的疯狂报复。不过，跟这真金白银的100万两比起来，还是有点亏啊。这纸张泛黄破损的程度，显然不是最近才发布的，至少也有1个月以上的时间了。半年前，大周皇朝就已经开始通缉这个死丫头了。这大周的消息这么灵通。所谓的王权富贵、盖世功劳，在这唾手可得的100万两白银前，不值一提。贪婪乃是人之本性，这些人潜伏在大周上百年，不就是有朝一日能从龙成功，换一个泼天的富贵吗？倘若不是经验老道、冷酷无情的陈官在，我一旦跟着他们离开，恐怕下一刻就会被他们绑了去换那100万赏金，导致整个复国大计失败。也只有陈官这种将规矩看得比命还重的怪人，才能在如此巨大的诱惑面前保持最后的理智。难道这就是陈官所说的江湖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纷争和人性博弈。连这些潜伏100年的自己人都会被悬赏令动摇，那我那些所谓的落世旧部，又岂能没有几个心生贪厌之徒？难怪我刚到这里就有通缉令，我的信息被出卖了。现在我才知道陈官为何会说我心里只装着不切实际的皇帝梦。行了，老子血亏50万两，都还没来得及伤心呢，你在这摆着个臭脸给谁看？陈大哥，这难道就是你所说的江湖？哼，这哪是什么狗屁江湖，一群眼红怪而已，但也算是吧。接下来的每一步，我都得小心翼翼。这个死丫头似乎在一瞬间就变得成熟了不少。人只有被打脸才能长教训，真当造反是儿戏。此地属于大周南境的边缘地带南山郡，山川秀丽，人烟稀少。地图上显示，从这里到最终的目的地上京城，需要横跨4郡之地，路程倒算不上特别遥远，大概也就2000里路。但这后面的一路绝对不会太平，得抓紧时间了。希望能在10天之内赶到上京城，赶紧交完这趟麻烦的镖，好去赶下一趟。2个陌生的外乡人来到镇子里，竟无一人好奇打量，说不出的不对劲，但又看不出什么。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吗？一会儿被人弄死了，可别赖我没保护好你。你不觉得眼下情况不对吗？是啊，出发前爷爷曾明确交代过，我舅舅那边早已收到了消息，会派来一个重要的属下来接应我。可派来的都是见钱起义的家伙，根本就没看到什么重要的下属。你说会不会是你那个舅舅，刚刚被大周的狗皇帝给一锅端了，所以他那些手下才反水了，趁机大捞一笔？这不可能！我紫霄旧部蛰伏准备了100余年，虽然难免一些贪财之人，但平时行事无比谨慎。如果真的被那狗皇帝察觉了，绝不可能等到现在才动手。也是。不对，还是不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应该是无意触发了鬼祟的怪谈规则，
什么？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废话，连老子都疏忽了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又怎么可能知道？得，送上门的奖励，把马牵出来，走。陈大哥，我们这么冲出去就能离开这个怪谈规则了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再问这么弱智的问题了？现在咱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出这只诡异的名字，才能找到它规则，规避危险。这只实力强横的鬼祟绝不是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，必然是有人刻意安排在此，等着我们自投罗网。哼，有意思，这帮子余孽竟然连鬼祟都能掌控。难道这只鬼祟的名字就叫做万死不辞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奇怪的名字。碰上老子算你倒霉，看老子今日怎么收了你！下马！陈大哥，你看什么呢？你没发现时间静止了吗？没错，我们骑马刚进镇子的时候就是夕阳西下，经过刚才那么长时间，天边夕阳的高度竟然一点没变，一模一样。二位客官是来住店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已经开过房了吗？是，二位开过了，是小老儿记错了，我想起来了。这除了咱们的包裹，屋子里的一切竟然都恢复原样了。啊！喂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有别？啊，这不是形势所逼吗？行了，走，先出去。哦，记住，在这个鬼地方，千万不要乱问问题。如果你非要问，也一定要问我能做到的事。还有，不要主动跟这里的任何人搭讪。这种鬼地方，就是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随便跟人搭讪啊。老板，这个梨花糕怎么卖？刚出锅的梨花糕，热乎着呢，3文钱一块。1文钱一块，卖不卖？卖！他这也太会砍价了吧！砍得这么低，这大婶还这么开心。大爷，你这鸡怎么卖？客官，我这可是上好的芦花鸡，30文一只，个个都有5斤足，您随便挑，随便选。我用这刚出锅的梨花糕跟你换一只鸡，换不换？换，当然换。这老头是傻子吗？这样做生意，怕不是要亏死。陈大哥，那是不是破解的办法就在这4个字身上？你这书也没算白念。这个丫头确实不算笨，只不过她从小到大都被关在家里死读那些书本上的知识，导致她对修炼一窍不通，对人情世故以及柴米油盐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更是一无所知。甚至可以说，她对生活阅历比一般同龄人还要差上一大截。不过好在脑子还算灵活。陈大哥，咱们在这儿等什么呀？等薛洋下山。啊，可是时间不是静止的吗？不要多问，等着便是。只是你看到的时间静止了。行了，太阳已下山，走进镇子。那么大一颗太阳，哪儿下山了？记住，一会儿无论任何人要求你做任何事，都不得拒绝。我需要验证一下这个怪谈规则里边的规则。知道了。小姑娘，能不能帮老婆子一个忙啊？婆婆，您需要我做什么呀？我家的小狗中午跑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归家，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它？多谢小姑娘了，一看你就是个心善的人。我怎么去找她的狗啊？怎么办啊？这就慌成这样，你还想去造反啊？唉，也是，如果他真的样样俱到，又怎么可能被人这么轻易的拉入这个江湖？一切反常现象背后的逻辑漏洞，这个漏洞是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陈官刚才那么离谱的和商贩砍价，他们还笑呵呵的接受了，这么过分却不拒绝，这就证明这些人不能拒绝，所以这就是万死不辞含义，哪怕是死也绝不能推辞拒绝。他也太聪明了吧，竟然只是在镇子里转了一圈，就找出了鬼祟的核心规则。
你们赶紧去找到王婆婆的小狗，找到给王婆婆送回去。好的。小姑娘，你的心可真善呀！哎，老婆子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心善的姑娘，你可不可以……婆婆，这天色渐晚，您还是早点带她回去休息吧。这丫头一旦用心起来，这脑子的灵活度的确远超常人。这幸亏没让这老太太接着说下去。陈大哥，我刚才是不是躲避了一次规则的绞杀？是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规则走出这个怪谈了？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啊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想打破这个怪谈规则，就必须先利用它的规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只鬼祟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岂有此理！本公主冒死走到这里，竟然还想着考验我，还不算太笨。这个诡异的规则应该就是接应洛离的那伙人布下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考验的。毕竟那群前朝余孽为此准备了百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将所有的一切都直接交给一个初出茅庐，甚至可以说是傻白甜的小丫头？这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笨蛋，越是那些常年活在阴沟里的人，做事就越是小心谨慎。显然洛离仙必须通过这一道考验，才能得到他们的初步认可。行了，就是那些人安排给你的任务，说说看你破解这个怪谈规则的思路。陈大哥，破局点是不是就在万永死不辞这4个字上？我再给你提供2个关键信息。第一，这个镇子分为阴阳2界，你去好好观察一下那个荷塘。这小荷塘里没有夕阳的倒影了。没错，你听好了，有残阳倒影的是为阴间，这种现象又被称为水镜映煞，而没有残阳倒影的才是我们所需的真实世界，是为阳间。处在阳间时，规则相对宽松，小镇村民不会向我们提要求。可一旦踏入阴间，镇上的村民便能向我们提要求，派差事，受万死不辞的规则束缚。我们不能拒绝对方，但凡敢拒绝村民的托付，或是没能完成交代的任务，便会被规则直接抹杀，同化沦为这怪谈里麻木有党的一员。这不是把鬼故事搬到现实里来了？难怪都说鬼祟是这世间最恐怖最无解的圣种之一，杀人于无形，防不胜防。陈大哥，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在阳间行事，等到阴阶降临时就躲在镇外，便可避祸？你看上面那滴滴写的4个字，一旦血流完，整个世界都会变成阴间。这个时间大概是3天。是的，这是对我的考验。既然考验必然有着时间限制，而我不仅仅是要通关，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的能力，让暗中观察的那些人满意才行。万死不辞若放在王权之中，那便意味着绝对的效忠。我明白了，陈大哥，这道考验应该是考验我的统御能力。在阳间之时，我进入小镇，可以利用规则号令那些村民，让他们绝对服从，听从我的指挥去完成某个任务。可若想考验我的统御能力，总得有事端可调度。可眼下小镇一片平静，既无山贼妖邪作乱，也无任何变故，难不成要他带着一群无辜百姓凭空造势？行了，别瞎琢磨了。你难道没发现那些摊位老板10之8九都在骗人吗？他们在骗我们？你买过梨花糕吗？没有。我虽不清楚大周物价，但大云1文钱便能买2块梨花糕。还有那只芦花鸡，大云妖魔横行都卖不到10文，这里竟张口要30文，还虚报斤量，明明不足4斤，偏说有5斤，纯属漫天宰客。还有客栈掌柜，我们明明已经付过房钱，他却还想2次收钱，摆明了借机讹人。自小我便锦衣玉食，出门从不用自己掏腰包付钱，未曾接触过市井物价，倒是不懂这些商贩的弯弯绕绕。万死不辞对寻常而言是为尊主舍己赴难，死亦无辞，但对你这种注定要走帝王路的人，含义全然不同。于帝王而言，万死不辞是为成就大事，不惜葬送万条人命，倾尽天下财力也在所不辞。还是那4个字，身份一变，便从舍己变成了舍天下。所以幕后之人要我趁着阳间规则入阵，以杀伐立规。所谓万死，是要以万人性命为代价；所谓不辞，
是逼我狠心镇杀所有奸商虚伪，为这座腐朽的小镇立下诚信铁规，所以这是要逼着我染血杀伐，以所谓人命炼铸帝王心性。怎么，很为难？我连杀鸡都未曾，现在却让我去屠戮成千上万的人，就你这样还想去造反？我看你还是赶紧打道回府，继续做你的大小姐得了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这道理你不懂，更何况是帝王。帝王之路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的终杀，而是用无数人的血肉、尸骨与财富铺就的通天阶梯。那牺牲的何止万骨，那是百万、千万乃至亿万生灵的代价。洛离有心性，有头脑，也自幼系统学过帝王之术，可身上却毫无血污，更未沾半点市井烟火。他所学的不过是书本上的纸上谈兵，脱离乱世江湖，一心追求不切实际的太平盛世，从未在江湖中摸爬滚打，缺了那份果决，更无生死边缘逼出的狠辣。这样的人做智囊尚可，若想成为杀伐决断的帝王，便是笑话。帝王是什么？是孤家寡人，是天底下最无情之人。帝王的心性必须坚如磐石，能为天下苍生舍弃一人，也能为一人之念屠尽苍生。司老，里面情况怎么样了？不是说好的10人进入万祠，可我只感应到了2人。2人？难道接应之人没碰到殿下？去查查怎么回事。这2人修为如何？殿下只有先天境，但另外一位老朽竟然有些看不透。不过从他气血上感觉，应该不过20岁。那就好，20岁顶天了，算他入微境。苏静言那个老匹夫倒还算讲规矩，没有让他踏入修炼意图，破坏我们的计划，很好。阁主，那位殿下不懂修炼，我们安排的人没有带他进入，这场考验恐怕不容易完成。不，小金，这万死不辞的考验，实则是对他的改造。他这16年来从苏静言那儿学的，那只不过表面上的东西，真正的东西，他需要从现在开始学习。而这个任务便由我们泰安殿来培养。此老放心。我鬼命书生向来说话算话，100年前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才捕获了这只强大鬼祟。为了我们计划，你已寄身于他，在此地苦等100年，也算是我泰安殿最大的功臣。是时候该离开这小镇了，给你准备的香火庙自然不会小。放心，虽然那小丫头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想从里面走出来，就必须要以血立规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通知上去，让上边将我们铺设的路给咱们殿下一一展开。是。我连杀鸡都未曾，现在却让我去屠戮成千上万的人。陈大哥，你说他们如此安排这场考验，是不是就是为了锤炼我？锤炼？天真！若那些人真要将他练成合格的帝王，早该从他出生起就把他丢进江湖草莽、朝堂诡谲中摔打磨练。五指不沾阳春水，怎知家色之艰难？连一碗面多少钱都不知道，又谈何治理天下、体恤万民？明明是一个很聪明的丫头，却被他们摧毁成这样。洛离，你有你的帝王路要走，我有我的镖路要趟，咱们不是一路人，我无法给你指路，你脚下的路只有你自己迈开腿才能走出来。陈官这番话看似在撇清关系，实则每个字都在给我指路。我自幼被圈在深宅，苦学帝王之术、权衡之道，熟知家族过往，却从未沾染丝毫杀伐与鲜血。原来我缺的是这个，但为何偏偏要在大周此地逼我直面这最重要的一刻？那些人这般安排，究竟是刻意束缚，还是无心疏忽？陈大哥，你可以带我走出去吗？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我洛离的路由我自己来决定，也由我自己来选择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来安排我，更没有资格来指点我。这丫头悟性挺高啊，唯有靠自己踏出一条专属的人生路，才不会无端酿成世间祸乱。倘若她顺着幕后之人的剧本，途径证明立规破局，便等于全盘接受摆布。
往后只会一步步落入圈套，变成没有自我任人操控的提线木偶，沦为替旁人私欲开路、嗜血冷酷的傀儡帝王。我确实可以带你走出这片怪谈规则，但你要明白，这是他们给你的考验。如果我将你带出去，你就失败了。陈大哥，你只管带我出去，其他的事我自己来就行。我加钱。你这才有点帝王的料。感情只有加钱你才会夸人呢。不过这就当你认可我了吧。我们应当是在路过这片小荷塘时，西下的夕阳恰好将我们的影子投射进了荷塘之中，于是那个东西便带走了我们的影子，将我们无形中拉进了这个规则形成的世界中。规则的形成一般都源于人的强烈怨念、天地的煞气交汇，以及世间万物的规矩纠缠。这鬼域的所有杀招都建立在他对万死不辞四字的扭曲之上。他把自愿的信义变成了强制的枷锁，把双向的契约变成了单向的奴役。但他从来不是单向的锁链，而是双向的绳结。外来者一旦承接村民请求，完成的任务越多，耗时越长，就会和鬼域牵变越深。任务会逐步触及鬼域核心运转层面，一步步将人拖入规则深渊。正常应该是阴间入阵，顺着任务触碰到规则深处，找出漏洞，但太麻烦了。走，咱们直接去接触规则核心。怎么又是这么多怪？没有群攻刀法，只能一只一只砍过去了。等打完出去看看能不能合一个出来。怎么这么多？不对劲，老夫怎么并没感受到他们像预想中那样进入阳间以血立规呢？快，助我镇压规则！泰安阁用香火奉供了100年的怪谈规则，竟然被破了。
当初耗费30年和无数天才地宝，才成功让此老寄身于上，可以将鬼祟带到任何地方，足以顶千军万马。不可能，绝对不是洛离，一定是那个陪他一起进入万磁的男子，岂有此理！回阁主，暗影殿安排接应殿下的10名暗狼卫，在镇北关外30里处全部被人枭首。每一个都是通玄境之上的好手，且精通合击刺杀之术。那人究竟什么实力？有了这个规则能力，那往后碰到鬼祟可就简单多了。没有群攻技能真吃力啊，得提升一下实力了。把这么多年的积攒下来的家底整理整理，留几个重要的，把其他词条3合1融了试试，能不能抽个厉害点的新词语过来。靠，9个词条就换来这么3个玩意儿，不行，我不服，把这3个垃圾梭哈！还能无限叠加攻击力，哈哈哈哈，无敌了！喂，走了，去小镇里面看看。要是没有城关，恐怕真的要困在那鬼地方了。可恶！如修，这世道如修可不多见。泰安阁右护法张文，见过少主。亲戚。完全看不透这个人的实力，但能破出万磁这种级别的鬼祟，此人绝对不简单。不知这位是？这位乃是大云皇朝的标人陈关。幸会陈镖师，我们3人正是奉命前来接应少主回家，接下来的路便由我们来护送便可。不用。如果在进入万磁之前看到这3人的态度，或许我真的会点头同意。但现在我算看清了，这帮人根本没把我当成少主对待。这位少主怎么不像是原计划中的那样涉世未深呢？这似乎要脱离我们的掌控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让陈镖师与我等一同随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不喜欢身边跟着碍手碍脚的狗腿子。你们想造反复国是你们的事，等完成了我的任务，你们爱带他去哪造反就去哪造反。你，殿下，您怎可将如此机密之事告知一个外人？陈镖师乃是可信之人，至于护送我前往上京城这一路，就不劳3位费心了。不行，我等谋划100年，最重要的环节根本就不是什么造反复国，而全系于洛离一人之身。倘若真的让他到了上京城，落入大周的狗皇帝手中，那这100年的谋划就等于前功尽弃。果然，这些人并没把我当成未来要辅佐的君王。殿下息怒，是属下情急失言。属下知道您是因我等设下万磁一举考验您而心生芥蒂，但您要知道，帝王气魄，首重果决，这世间从未有哪个皇帝的王座下不是尸山血海。我们此举既是考验，也是磨练。如果您连这区区规则演化的血腥都无法承受，我们又如何能辅佐您完成复国大业？读书人嘴确实毒哈，这话确有几分道理。帝王之路必见血腥，必有牺牲，这无可厚非。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这条路径是我自己选，还是被身边所谓的忠臣架着走，成为一个被野心家推到台前的祸根。多谢张阁主的谏言，也感谢你们为我亲手打造的这条历练之路。这条路很好，我并未责怪你们。不过，我洛氏的复国路要由我这个公主来走，而此路也必将成功。你们先行离开吧，人多反而不方便隐藏行踪。等我见了舅舅之后，一切再从长计议。不对，不对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这个小丫头竟然真的脱离了我们的掌控。苏静言，不可能，我们之间有约定，将洛离困在3河县，只教他纸上谈兵的帝王之术，却从不让他真正涉足江湖。苏静言那老东西绝不敢在这件事上动手脚，他也没那个胆子。洛林如此信任这个镖人，定是听信了这个镖人的什么谗言，而且这个家伙也绝对不简单。我可告诉你们啊，敢拔刀，我可就全当你们是来劫镖的了。殿下，您千万不要听信此等小人的谗言，属下严重怀疑这个人有问题。陈大哥有没有问题，我心里有数，请你们退开。
殿下，此人明知我们所行乃是谋逆大罪，却还敢大摇大摆地将您护送到这里。这种人如果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那就只能是为了求财。您可知，您现在的悬赏金可是100万两。没给钱还敢这么诬陷老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合住小心！多管闲事。销售斩10%的销售必杀效果，被这个不开眼的家伙给碰上了。触发血图八方被动，攻击力提升10%。好快的刀，岂有此理！成大事不拘小节，殿下您也看见了，此辽的真面目已经被我们戳穿了，这就直接翻脸杀人灭口了。放肆！看来洛离已经彻底被这个镖人带离了我们100年的布局。但我不信啊，真有人啥也不图，就为了所谓的诚实慎信，冒着死的风险护送一个反贼头子深入大周京城。这事一旦败露，即便是个镖人也难逃诛九族的下场。这是人啊！好，殿下，那属下今日就让您看清这个小人的真正嘴脸。真当老子是个菜鸡是吧？哇，子府镜！这怎么可能？小小的三合镇，怎么可能会有子府镜的镖人？好你个苏敬言，竟敢违约！论境界，张文也算是子府镜，但这个男人的刀法太快了，连我的神识都无法捕捉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子府镜，连我恐怕也不行。损失1名阁主和3员大将，此事必须禀告苏盟主。你不觉得现在耳边清静多了吗？我没让你加钱就不错，说谢谢。你这复国之路似乎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且阴暗，而且这张文的态度明显有问题。但这3人一看修为就不简单，这全给砍了，我到时候怎么和舅舅交代啊？陈大哥，我要不要想办法易容一下？不用，你要是实在嫌自己长得丑拉我眼睛，就戴个面纱吧。我是怕那通缉令会给我们这一路招来很多大麻烦。你现在才知道有大麻烦了？不过你这不掩耳盗铃吗？这确实，简单的易容，只要有点眼力的武者都能看出痕迹，反而会增加更多注意。不过陈大哥，我还有个问题，你说我这通缉令早就已经发布了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大范围传开？你说会不会是我小姨干的？如果是你小姨，那就说明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一路的刺杀注定失败，而且他也会把你的具体动向和时间透露给大周皇帝。那样的话，边境早就是天罗地网了，根本不会让你入境。可这一路我们几乎没碰到任何大周官方的杀手，这就说明大周皇帝根本就不知道你从哪里入境，只能先发布通缉令，让贪财之人提供线索。如果不是小姨，那就只能是我那从未见过面的舅舅苏文渊那边出了问题。行了，先别想这些有的没的，一会儿跟我去镇子里的镖人联盟据点看看，然后再找间客栈休整一晚。好。昨天从镖行盟会接到了罗通等人留下的消息，他们已经先行朝着上京城方向去了。也不知道这几个老家伙看到那100万两的悬赏能不能顶得住啊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说说你舅舅那边的布局，给我解解闷儿？我舅舅骆文渊乃前朝镇北王次子，我那位王叔一生喜好游历江湖，也正因此侥幸避过了那场灭国之灾，保留了一部分我骆氏皇族的旧部势力。即便是最普通的子府境，都有着近300年的悠长寿元，能孤身游历江湖，这位镇北王想必实力不低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位镇北王很可能还没死。我不知道，如今我骆氏幸存旧部，
大多是当年不在上京城的，才侥幸躲过一劫。其中便属我舅舅骆文渊这一脉，还算得上是皇室宗亲，也因此一直是由他在主导着我骆氏的复国大计。皇朝继位最讲究血脉传承，正统延续。那镇北王一脉同样也算是皇族血脉，同样有资格继承大统。只要他们想办法弄死洛离，这个正统皇室血脉，他们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继承梯队。自古无情最是帝王家，留着洛离一定有点说法。你之前说你们准备了100万大军，还有数十个江湖组织势力，除了昨天见到的那个读书人，还有哪些？那人名叫张文，来自泰安阁，是一个传承了数百年的顶尖帮派。像这样的江湖帮派一共有25个，大多是当年受过我父皇资助，如今愿意助我复国，也算是偿还当年的恩情。你笑什么？他们本就是我父皇当年留下的暗棋。那大周狗皇帝早就开始大肆清算旧臣，他们如今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挤压到了极限，若不跟着我一起反抗，迟早也是被大周朝廷歼灭的下场。他们帮我，也是在帮他们自己。我就是突然想到了高兴的事情。那森罗殿呢？这也是你父皇帮衬过的势力。这个我倒是没听说过。那其实说白了，真正幕后头领都是那个苏文渊呗。100万大军隐藏在上京城周边关隘之内，江湖组织已经分散渗透进了大周境内各个势力中，只等你到位，到时候振臂一挥，表面听上去确实天衣无缝啊。那是。天真的丫头，想要推翻一个庞大的王朝，可不只是单纯的造反推翻那么简单，其中必然牵扯到国运、民心、局势与血脉的衰败。当初子霄的灭亡，定与子霄皇自己脱不了干系，肯定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诡秘因素。陈大哥，这一路去往上京城，难道你就不怕吗？你可算是一个制造了灭国之战的罪魁祸首，世间恐怕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。怕？我怕你在这路上被人砍死，我这钱可就拿不到了。哼，本来是想让陈官送我到大周境内与舅舅的手下会合后，便让他自行离去。真是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坚定，非要独自送我去上京城。舅舅派来的人见一个砍一个。无常阁副阁主殷人求见盟主。进来。出什么事了？盟主，殿下恐怕要脱离了我们的掌控。哦，说说具体情况。殿下进入大周，身边带了一位子府境标人，名叫陈官。此人行事霸道至极，按影殿安排的10名顶尖护卫，全被当作劫镖匪徒尽数枭首。泰安阁设下的万磁鬼祟也被此人强行破除，甚至连副阁主张文以及他手底下2名堂主也被尽数枭首。竟有此等标人！这种切守自身规矩，连造反的镖都敢护的镖人，在这世道上可不多见了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苏敬言那家伙故意为之的？哼，这个还用说，那老家伙到头来还是心有不甘啊，竟然给老夫留下了这么一颗硬钉子。盟主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他们2人已经在来上京城的路上了。一旦殿下进入上京城，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准备了100年的计划，很可能要前功尽弃。老殷啊，说过多少次了，万事要镇定，急则生乱。子府境虽然算得上是能镇压一地的高手，但他终究是一个人，只要是人，就必然有他的欲望和追求。我问你，他为何会冒着天大的风险护送一个造反公主入上京城？这，盟主，您的意思是，那个叫陈官的镖人也想在这场复国之局中分一杯羹？那你也太小看人的欲望了。所谓的镖人恪守规则，只是在追求他们心中的目标。信仰也只是镖人的鬼话，在先古时期，这样的镖人都不多见，更何况是如今这个乱世。如果本盟主没猜错的话，
那个镖人的年纪应该不大吧？盟主果然料事如神。据说那陈官年纪不足20岁的子府镜。我那侄女洛离年纪也不过16，她有一半的影族血脉，这一族被称为上天的宠儿，天生丽质，容貌倾城，便是放在这10大皇朝，那也是拔尖的存在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100年前的紫霄皇，不就是碰到影兰皇后才酿就这个悲剧吗？盟主，那小子难道是想屠人？哼！吩咐下去，先对症下药，如果不识抬举，就让他直接消失。我逆天盟多一个子府不多，少一个也不少。记住，不计任何代价，必须让那丫头走完我这个大伯为她100年铺垫的复国之路。今日开始，你们25殿先按照计划行动起来。是。对了，一定要在周天元没接触洛离之前，让他走完本盟主为他安排的帝王洗礼。这天下已经让姓周的做了100余年，也该还回来了。本王就先送他这第一份礼。姑奶奶，你又咋的了？陈大哥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复国？你妹的，我是不是不该说这些？怎么给他心态说崩了？你不要问我该不该复国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，问问你那死去的父皇母后。没错，我要为惨死的父亲母亲讨回一个公道。多谢陈大哥提点。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苏静言这个死鬼老头，如此放心的让这么一个丫头骗子来复国，原来是因为她压根就不是那块造反的料。这丫头到底有什么底气，就敢孤身前往？难道就靠她那个舅舅骆文渊？二位是？在下乃镖人陈官，正护送这位小姐走亲戚。我乃大周镇南军十字坪指挥使。不瞒二位，本使刚收到紧急军情，说有一支妖祟血洗了前方的百元镇，看二位的方向，应该是刚路过那里吧？是的。可有妖祟屠镇？全镇上下无一活口。什么？这位陈镖师，你可知那是什么妖祟所为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应该是一只千年画皮妖。镇子上数千人的心全都被挖走了。什么？千年画皮妖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望念山镇镇压的那只千年画皮妖破除封印了？传令下去，东南全境立即进入1级戒备，命庆安郡据守，即刻800里加急上报朝廷。是。多谢陈镖师告知。帮人就是帮己，路太平了，我的镖也好走。不过那只千年画皮妖刚收集了数千颗人心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次作乱。你们眼下要做的是立刻封锁消息，安抚民心。确实，如果此事传开，必然造成地区动荡，百姓惊慌之下四处逃难。多谢陈镖师提醒，分出一队护送这2位前往庆安郡城。多谢。那家伙怎么带着殿下跟朝廷的人勾结在一起了？不知道，无论这个镖人有没有跟大周朝廷勾结，此事必须上报。是。那只画皮妖呢？回殿主，那只画皮妖现在躲起来了。他说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岂有此理！当初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吃货？回殿主，盟主那边能打开的封印有限，而且这也是为少主安排的一场历练。只是前面的几场都让那镖人给搅黄了，属下也不知这一场会不会。你怎么不早点提醒？100年精心布局，一环扣一环，帝王之路试炼，短短500里路全部落空，尽数毁在一个小小镖人手上。行了，先盯着他们，听盟主的指示。陈镖师，已安全到达庆安郡，我等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多谢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昨日才在野外歇过，今日又刚到郡城，怎么还要休息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刀就要六亲不认了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这家伙难道又是想让我掏钱？不过钱倒无所谓，现在只期盼舅舅安排的人不要再来接触自己了，否则还没等到上京城，这些年培养的那些好手，真要被这个不讲理的家伙给杀光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只是抵达上京城，不再停留，日夜兼程。
小郎君，看你的打扮，应该是位镖人吧？在下大云皇朝镖人陈官。如此年轻的镖师倒是少见，不知小郎君可曾婚配？真是不要脸，才刚聊了几句，就聊到婚配上去了。怎么，你们是想将这丫头许配给我吗？人家问你有没有婚配，你指我干嘛？只要小郎君愿意，又何尝不可？不对劲，这群人搞不好是人贩子。长得也有点丑，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。如果你们还有别的姑娘，倒是可以让我见见。我哪里丑了？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有着什么样的目的，3息之内给老子退后1丈，否则老子便视你们为劫镖之人。怎么这么冷呀？上一次敢用这种口气跟我白骨娘娘说话的人，还是在100年前。上一次敢用这种口气跟我白骨娘娘说话的人，还是在100年前。陈官，不要以为你一个子府镜就没人能治得了你。是吗？至少你们这些人还治不了我。想让他跟你们一起造反，就给老子滚去上京城，老老实实的等着。等老子将这小丫头安安稳稳的送到太傅府，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都跟老子没关系。但现在别妨碍老子赚钱，简直狂妄至极！区一个镖人，竟敢将复国大事视作儿戏，从未见过这般无法无天的家伙。我们昨夜查实，他并未勾结大周朝廷，镇南军也只是顺路护送，无凭无事却敢肆意挑衅我盟，不惧朝廷律法。这小子到底在盘算什么？根本让人捉摸不透。放肆！你们眼中当真没有我这个殿下？殿下，我等来此都是为了您的复国大计，而这个陈官处处与我等作对，已经打乱了我们的100年大计。他这分明就是在阻拦您复国。当我是傻子吗？你们是在为自己复国，还是在为我复国？殿下，您误会了，属下只是以此试探一下陈镖师，看有没有亏欠你的美色。现在我们已经验证他人品绝对没问题，但他突然出手斩杀白堂主，与我断月殿结仇，我等可以不计较，但也已经不适合护送你去往上京城了。接下来就由我等护送吧。又是试探，这些人都把我当傻子糊弄。不需要，你们回去告诉我舅舅，复国之路可以由他来谋划，但我脚下的路必须由我自己来走。你们现在立刻给我离开，一切等我到达上京城，与他会合之后再说。这丫头的蛮横不讲理的劲儿，总算是用到别人头上了。殿下，此次复国大计，我断月殿上下13200口人，全都将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。谋逆之事一旦失败，结局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你现在必须按照盟主的计划，随我等一同进入上京城。哼，这连哄带吓都用上了，说得好听，什么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？要不是为了满足心中的那些私欲，谁敢豁出命去？如今我能信任的人，怕是只有陈官了。一共是13个，子府镜4个，通玄巅峰5个，人有点多啊。你这个得加钱啊！这个家伙护镖，居然还坐地起价！加多少？你报数。他们胆敢阻拦，杀无赦。好，爽快！这9个家伙每人10两，一共就算你90两，剩下的菜鸡算赠送。给你们3息时间滚蛋，否则老子就当你们是劫镖的。区一个刚入子府境的毛头小子，口气竟然如此之大。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给本店主去死！不对，他一定是掌握了一门上古时期的刺杀身法。所有人速速摆阵，开启护体罡力，防他近身刺杀。本来能白赚一笔，这群人偏偏贪心不足，自寻死路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中奖了啊，朋友们！这10%的概率都能被你们直接碰上，这搞得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们倒霉还是运气好。
血图八方叠加10倍刀气，此条无境界压制，难怪一击必杀概率直接拉满。帅不帅？你这钱加的值吧？哼！来来来，别愣着了，这一笔的白条赶紧给我补一下。不错，这一路算是适应了厮杀场面，接下来到大周之路能顺畅多了。哼！这是子府境战力波动，整整4位子府境高手陨落于此。快封锁现场，立刻通知郡守大人，将此事以最高级别上报朝廷。短短2日，先是千年画皮妖血洗百元阵，如今又有4位子府高手尽数陨落，这庆安郡的天怕是真的要乱了。断月殿派出的顶尖强者全军覆没，这损失可谓惨重啊！唉，断月殿那些蠢货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派人去处理现场。结果这些人的尸体完完整整的落到了朝廷手中。哼！当初是怎么跟你们交代的？你们7人为何不派人盯着？盟主息怒，我等也未曾料到会是这个结果。4位子府境，外加9位通玄巅峰的高手，谁能想到会全部折在一个镖人手中？叶枫，将殿下帝王之路交给你泰安阁，你就是这么给办事的。传令下去，命影部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抢回那13具尸体，抹除所有痕迹。是。具体说说那个陈官。这个横空出世的家伙，直接将百年的布局捅了个对穿，打得满盘皆乱，甚至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逆天盟的存亡。这一切仅仅发生在这短短不到3天的时间里，这谁能信？盟主，根据属下调查来的结果，此人生于大云3河镇，据传此人极为贪财，无论是人还是物，只要肯掏钱，连阴碎的活他都照接不误，并且什么地方他都敢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押镖10年，从未失手过。如果真的贪财，玄镜司那100万两的悬赏令，他早就接了，何必与我们为敌？我开始一度怀疑是假消息，但再三确认后，才敢将这份情报呈上来。他到底图什么？好你个苏静言，好啊，好得很！你竟然妄想用一个镖人来阻止我落实复国！盟主，据我打探到的消息，那苏静言已在殿下出发之前便重病去世了。去世？哼，那个老鬼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死去？就算你们都老死了，他也不会死。这个确实，苏静言能坐上胡国国师这个位置，靠的不仅仅是他那谋算之能，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实力。苏静言假死脱身，显然是算准了此局的成败，也违反了100年前的约定。现在想找到他，几乎不可能。此乃龙脉煞影，去放出那些老朋友，让他们助你们一臂之力。龙脉煞影，这可是能够解除大周龙脉镇压，释放封印了数百上千年的大妖大魔的禁忌之物。必须在3天内夺回洛离。是。这一路出奇的风平浪静，只不过这丫头好像患了失语症，一路上除了手渴了饿了喊几声，就没说过多余的话，还真有点不习惯了。怎么，发现造反不是那么简单了？
陈大哥，我发现我这一路好像都走错了。你妹的，这心态不会真的崩了吧？这一路走来，我才发现，我所掌握的一切，只适合让我去做一个太平盛世的帝王。我根本不适合去走这条布满荆棘与鲜血的复国之路。说说，为什么不适合走这条复国路？因为这条路完全掌控在我舅舅手中，我不清楚他的计划，但我知道，按照他安排的路线走下去，我必将成为一个手上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女帝。难道你见过坐上那位置不沾鲜血的帝王？我紫霄皇朝的历代先祖手上确实都沾满了鲜血，但流的每一滴血都有其意义。可我舅舅为我打造的这条路，却将屠刀伸向百姓，伸向那些为国戍边的将士。你这样还真有点未来女帝的样子。是人脑为实的山魈，妖祟与魔祟的结合体，与画皮妖同属一个级别。无刚脱困，便有如此新鲜的脑子送上门来，哈哈哈哈！大胆妖孽，你想被挫骨扬灰，就随老夫回镇魔塔。是你，老东西，那就先拿你开刀！天所困兽。你妹的！还以为这老家伙有多厉害，结果一招就被这怪物给秒了。就这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被镇压了200余载，实力怎会不减反增？刚才老者的话只有一个可能，在镇压期，有人一直偷偷的投喂他。既然你这老鬼不识抬举，那就让吾先尝尝你的脑子。走吧，那怪物不是冲着咱们来的。张将军，带着兄弟们先撤，立刻向上京求援，这是命令。撤，前往广安郡，让郡守派兵增援。老东西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跑掉？兄弟，别愣着，赶紧快跑啊！这恐怖怪物竟然就这么被一刀给秒了！多谢少侠救命之恩，敢问恩人尊姓大名？镖人陈关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将此事原原本本上报朝廷。陈大哥，
刚刚明明可以不用死那么多人的，你为何不出手？你能看出你舅舅有问题，能看出你这条复国之路有不对，那就说明你已经走对了你自己的路。只要你自己走得稳，走得正便好。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找清你自己的位置，走好你脚下的路，想想你自己应该干什么，不该干什么。陈大哥，我知道了。陛下，800里加急。念。启禀陛下，关内5州境内，于这3日之内，有5只千年大妖与3只千年狮王接连破除封印，逃脱而出，已在各州府造成数万平民伤亡。各地守军正调兵遣将，全力镇压。看来是他来了。他来了。陛下，您说的是那洛氏遗孤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值得躲在阴暗中的那些人如此兴师动众？若是寻常的镇魔塔，年久失修，跑出来的也该是不成气候的小妖小怪才对。可偏偏这3日之内，连续8只千年妖魔破风而出，这每一只对我大周而言都是一场浩劫。这正是削弱我大周国力的最佳时机。看来洛北王始终是没有放弃呀。陛下，这洛氏余孽蛰伏100年，显然早已准备好了一切。这次真的会撼动我大周国运啊！连你都知道的问题，朕又岂会不知？那你说说，朕现在应该怎么做？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当立即调遣镇魔司、镇妖司，全面加固关内所有镇魔塔的封印，绝不能让其他的妖魔再脱困而出。否则等洛氏遗孤一声令下，那些洛氏余魔以及他们掌控的那些妖魔，就能直接掀翻我大周的江山社稷。朕也想啊，但无论加不加固封印，他来了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对了，陛下，镇压在平阳郡镇魔塔的那头千年山魈，刚一脱困，就碰上了镇魔司的王元。王元怎么样了？他被那山魈当场击成重伤。什么？那山魈惹到了一位路过的镖人，被那位镖人给一刀斩了。镖人？怎会有如此厉害的镖人？一刀斩杀千年山魈，那至少也是子府巅峰。据军报推测传来的消息，这位镖人很可能是斩杀那13位江湖游侠的凶手，砍头切口平诊一致。只是此人身份太过特殊，兼之有着一刀斩杀千年山魈的恐怖实力，下面的人不敢擅传，这才将消息上报，还望陛下定夺。我大周境内何时出了这么一号厉害的镖人？既然以前名声不显，那就说明这位镖人很可能不是我大周之人。难道是？有没有查明那13位江湖游侠的身份？回陛下，暂未查明。不过，这些人最低修为也是通玄中期，其中更有4位是子府境高手。连子府境都出动了吗？难道是因为他？那镖人护送的是不是一个小丫头？陛下果然料事如神，他护送的确实是一个小……那小丫头该不会就是……这几日收到的所有消息，竟与当初苏静言传给我的那封密信预测的时间完全印证。
速速查明那13人的身份。诺。800里加急。宣。陛下，那13具尸体在运往的途中，突然被一股不明势力的人劫走。混账！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行了，退下吧。传朕旨意，命镇魔司、镇妖司、玄镜司3司齐出，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各地妖魔。令命镇北军、镇西军即刻拔营，全速向京师集结，让宗人阁阁主立刻来见朕。我要与那前朝余孽在此皇城之下决一死战。诺。臣刘敬宗见过陛下。刘爱卿免礼。国战将起，如今这大周朕能信得过的人不多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现在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我大周来了个镖人。还有800里就到大周上京城了。这走了快1个月，总算是要到目的地了。也不知道你这死丫头片子，到时候还不还得起？行了，起来了。我们这连续赶了1天1夜的路，你就不能让我多休息一会儿吗？哼，你也是武者了，几天不合眼都死不了。别废话，赶紧上路。好美的小姑娘啊，你这张皮子我很喜欢哦。好俊俏的小哥啊，这结实的臂膀，这冷峻的眉眼，比起那小丫头，我更喜欢你。你妹的，这画皮妖不会是个死基佬吧？小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呢跟我走，我就放过这个小姑娘，怎么样？你给老子滚！哎呀，小哥哥怎么这么粗鲁嘛？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的本体是一张皮影。皮影，陈大哥小心。是吗？这样，我跟你打个赌，你让我砍3刀，如果3刀之后你还不死，我就跟你走，怎么样？哦，这可是小哥哥你说的哦。我说的。那好，来吧，小哥哥，快来砍我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看什么看？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是冲着你来的，我已经被恶心坏了，你得给我加钱。但人家是看上你了呀，给你加100两。小丫头，你是在侮辱吾吗？吾就值100两。行了行了，你好歹是一只千年妖，跟一个小丫头计较，不觉得丢人吗？小哥哥说的有道理哦。来，快砍我吧。这个家伙就这么被陈官给砍死了。行了行了，发什么呆？这个家伙还真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赚钱。陈大哥，这周围太安静了，要不要找个由头跟这死丫头再收点学费？这才多久，这丫头片子居然对危险这么敏锐了。不用理会他们。像，真是太像了。洛公主，
其实，你本不该来大周。别磨磨唧唧的，有屁快放，老子赶时间。你住嘴！这位镖人，本官乃宗人阁副阁主刘敬宗，奉陛下之命，特来迎洛离公主入京。他们是来接你的，怎么说？人有点多，得加钱。难道只要加钱，他就能与整个大周为敌？好，加10万两。这位镖师，滚！我陈官行镖，神鬼不易，给你们3息时间后退10丈，让开道路，否则我就当你们是劫镖之人。刘大人，这3，哼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大周宗人府面前放肆！2，小子，你怕是真不知道我大周宗人府的力量。这家伙竟然真敢动手！岂有此理！结阵！你们是想迎接客人也好，还是想擒拿反匪也罢，都去上京城里等着，等我将镖送到，雇主交接完毕，钱到账，你们想怎么玩随便。他是在执行镖人那古老的规则：镖在人在，镖亡人亡，镖行之路，神鬼不忌。让路，刘阁主。打扫战场，然后远远地跟着他们。是。陈大哥，你此举前去上京城，那狗皇帝很可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说说看，到了上京城，你打算怎么复国？陈大哥，你先答应我，知道后不要阻止我，不让我去上京城。那你还是别说了，我可不想心里增加压力。你到了上京城，你自己看着办就行。王爱卿免礼，快说，刘敬宗那边情况如何？回陛下，任务失败了。什么？细说经过。刚传回的密报，刘阁主跟那镖人刚刚表明来意，那个镖人便突然发了疯，拔刀相向，当场斩杀宗人府赵宗老以及玄龙军130余人。那镖人为何要对我大周将士下此毒手？听说洛离那边加钱了。加钱？臣也不知是不是消息有误。据刘阁主传信，洛离一加钱，那镖人是直接将他们当成了劫镖之人。劫镖之人？镖人行镖确实有权利斩杀任何劫镖之人，可这规矩里却不包括皇朝的官方势力啊。洛北王那边呢？我们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看样子他们也想从那镖人手里抢走洛林，但因为我们的人先一步赶到，他们并未露头。至于现在，老臣也不知其动向。陛下，今日又有20尊千年大妖破出封印，祸乱各地。如今我大周23郡，郡郡告急，还请陛下早做定夺。宗人府白道然奉诏前来觐见。白阁主，我大周如今的局面，想必你也听说了，此劫可有解法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陛下问题不在于各地解封妖魔和前朝余孽。问题只在于您与洛离公主的态度。陛下要不直接派大军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先将那丫头拿下再说。你真当洛氏余孽都是傻子不成？他们费尽心机放出这些妖魔，目的除了牵制我们，再一个就是防着我们对洛离动手。今日我们敢动大军，明日解封的恐怕就不是20尊，而是200尊了。陛下时间不多了，那丫头如今距离上京城已不足700里。那镖人与大周翻脸之事，想必躲在暗处的镇北王也已经收到了消息。陛下，时间不多了，有些事你是时候该给洛氏一个交代了。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好，那就有劳白阁主亲自去跑一趟了。朕希望那个丫头能来跟朕当面谈一谈。是，陛下。
那个陈官连大周玄龙军都敢斩，他到底是哪一边的人？原本我以为他是苏敬言用来对付我的，可这怎么连他们自己人都砍？不图财，不图色，不图权，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总不能真是为了那句收人钱财送人到家的镖行规矩吧？岂有此理！让这么一个家伙以一己之力就将我谋划100年的大计全盘打乱。一旦让洛离进了上京城，我这太傅的身份就会暴露，周天元必然会顺着我的身份将我这100年的布局连根拔起。到那时，我将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。盟主眼下首要关头，我们必须尽快做好接下来的打算。没错，洛离距离上京城已不足700里，而且他身后还远远跟着刘敬宗率领的玄龙军，等于我们之前给殿下安排的复国之路已经彻底宣告失败。现在我们必须要重新制定方案，传令下去，加派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洛离。盟主，那洛离也不过是前朝皇室瞬息的血脉，您也是啊。本王的命令，你们也敢质疑？不敢。传令下去，3日之内集结100万大军，各方郡城立刻响应，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洛离，做好大战的准备。是。丁，宿主坐地起价成功，发财了，60万两了。走吧，距离上京城还有600里，估计等到了你就习惯了。看气息，应该还是那些前朝余孽。来人，打扫战场。本阁主这一路竟然成了擦屁股的了。我说你呀，能不能打起点精神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接下来该怎么跟你那个好舅舅里应外合去造反夺位？怎么里应外合？我现在已经被大周皇帝的人盯死，还怎么造反？怎么着？听你这意思，好像这反造不成了，还赖我头上了。如果没有城关，别说造反了，自己能不能站在这里还是个问题。那条所谓的复国之路，即便最后走通了，坐上皇位的人也绝不会是我，因为这条帝王之路从一开始就不对。可是这片土地，这万里江山，再怎么说也是我洛家的。陈大哥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去造反？我什么时候不想让你造反了？开什么玩笑！这2天我砍得那么带劲儿，现在可不能让他打了退堂鼓，否则自己这趟镖不是要打水漂。这小丫头就算不想复国，也必须得去复。这可是超级丰厚的任务奖励和超额的标点啊！陈官虽然爱钱，但当初毅然决然地护送自己进入大周腹地，实际上就是想用他自己的方式阻止我因为复国造成生灵涂炭的悲剧。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有造反的能力。是白毛江煞，这是阴霰，是最为嗜血的一种存在，是由尸体异变而成，没有灵智，天生以活人血肉为食。这里怎么会有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阴霰？先走。这是有人将附近的镇妖塔的封印破开了。不好，那竟然是阴霰白浆！快，封锁城门，绝不能让任何一个人跑出去！这是要将这一城的百姓全都当成给这些白将的祭品吗？陈大哥，你能不能出？不能。我可以加钱。那些当官的都不管，轮得到你管？你记住，老子是镖人，不是救世主。我有我的职责，你有你的造反之路。
这些怪物没有伤害你，那就跟老子跟你没关系。你要真想救他们，就赶紧滚去上京城。又是我的好舅舅，又是他放出来的，我全都明白了。舅舅他们的目的，根本不是简单的大军对垒，而是用这种堪比邪祟的手段，用全天下百姓的性命，逼着大周皇帝妥协。他为我打造的这条复国之路，就是要用无数无辜者的鲜血，将我的心彻底染黑，让我变得冷血无情，能接受甚至是适应这种将万民视为刍狗的行事方式。这是什么刀法？不对，刀身上似乎附着了一种至阳至刚的气息。正是这种气息，天生就克制着白毛江煞这类阴祟邪物。这怕不是只存在于古老典籍传说中的存在。鬼兵，相传它是应劫而生，逆劫而来，使命达成后便消失，可不能被任何人控制。可他这把刀却半其未有消失，这到底是什么兵器？他不是冷血无情，是碰到这种事，如果让人求他才出手，那样会使他心意难平。要是靠你这黄毛丫头来提醒，老子脑袋早搬家了。混个屁的江湖！大侠，有大侠来救我们了！大侠救命之恩！谢大侠，谢大侠救命！我们的力量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先撤，去看看那个人将我们放出来，到底要派给我们什么任务？多谢恩公，多谢大侠救命之恩啊！老天有眼，降下活神仙，活劈了这些吃人的畜生啊！要是您再晚来一步，我那刚满月的孙儿就要被生吞了呀！恩公，您是我们全家，是我们全城的大恩人啊！是啊，恩公，留下你的大名，我给你设长生位，让我子孙后代奉公。滚！耽误老子赶路，信不信老子把你们全扔出去，喂那些白毛怪？是。好人、怜悯、大义，这三个词在这个妖魔乱世中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，也是我镖人的大忌。我只是个镖人，我不需要对天下人负责，只需对镖主负责。
快走！恩公大侠已经走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去找官府。找官府？你瞎了不成？你没看到那是什么？那就是官府，那是来封城让我喂的怪物的。唉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阴祟的可怕之处，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强大，而是他们体内那阴毒无比的尸煞之气。普通人只要被抓伤，甚至只是沾染上一丝煞气，便会在几日的时间变成只知嗜血的僵煞。若是不封城，放任任何人出去，一旦尸煞蔓延，到时候大周朝要面对的，就不是一个镇子的危机，而是整个天下的尸山血海。来人，派快马去通知周边郡城，调遣镇魔司的高手前来清理现场。其他人跟上。陈大哥，陈大哥，我想暂缓复国，你能不能带我走？你妹的，老子的700多标点，老子那60万两白条，近在咫尺，你现在跟老子说不去了？哼！老子跋山涉水，不远万里陪你个死丫头走到这里，眼看就要到地头了，你说不去了？你逗老子玩呢？这些妖祟阴祟全是我舅舅放出来的，他们屠城不是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恢复力量，帮他攻打大周，全都需要用这些无辜的百姓血肉来喂养。如果我再往前走，死的人会更多。即便是我父皇在世，他肯定也不希望我这么做，而且这皇位我也不需要用别人的命来换，我会亲手斩掉那个狗皇帝的脑袋，但我不想跟我舅舅掺和在一起。陈大哥，我知道一处宝藏，那是我父皇留下的后手，只有我能打开。虽说不是富可敌国宝藏，但可保你一生衣食无忧。你带我走好不好？去哪里都可以。不行，我要的是标点，不是钱。早知道就不该给他灌那种什么人间疾苦的精灵鸡汤，就该让他一心一意的想着杀回上京城，当他的女皇帝。不过我也早有预料，这个丫头原本就不是那些人用来造反，她现在这种心态才属于就这个年纪本应该有的心态，但她注定只能向前，不得退缩。洛瑶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造成这一切的因果到底是什么？因果？我不知道什么因果，我只知道我舅舅的野心很可怕。洛瑶，我告诉你，放弃复国，远远比你去复国要更加艰难。从你当年被送出皇宫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被人推进了这个叫江湖的漩涡里，因果早已经落在了你的头上。你既是你洛家血脉最后的希望，也是那大周皇帝眼中钉肉中刺，同样也是你那位舅舅的拦路石。你不死，他们都睡不着。我知道今天这座城里的惨状确实并非你所愿，但只要你还活着，只要你还是紫霄皇朝的末代公主，那么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，这样的事情都还会发生。你逃不掉，也躲不掉。以我身上的秘密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放任我活在世上，哪怕我放弃复国，也必然会招来无尽的追杀与追捕。你之前说你父皇被害，乃是你舅舅告诉你，但有些事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是啊，我对于国家的仇恨和未谋面的父亲这一切的认知，全都源于那个强势的舅舅和爷爷的只言片语，我从未亲眼见过。万一……哼，我还以为你会等到这丫头冲到上京城，砍了大周皇帝的脑袋，才肯跳出来呢。
在下大周宗人府阁主白道然。此人名声如雷贯耳，乃大周公认的第一高手。传说曾以一己之力镇压过一头为祸人间的蛊魔，那是足以毁灭一国的人间灾难。能镇压蛊魔，此人的实力可想而知有多恐怖。镖人陈官，陈官，若你不姓陈，我几乎都要怀疑你才是真正的洛氏遗孤了。也不无道理。若是陈官来谋划复国，以他的帝王心术和那深不可测碾压一切的武力值，10个大周狗皇帝恐怕都不够他砍。幸好你不是洛氏遗孤，否则我大周恐怕真是十死无生。哎呀，过奖过奖。不过这也很可能是那大周皇帝家祖坟烧的香比较高，幸好没让我投胎在洛氏皇家。也幸好周天元他的祖坟选得好，才能让你护送公主殿下入我大周，否则别说一个大周皇朝，此刻整个天下恐怕早已是生灵涂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陈官有这么重要？很荒谬，让我觉得他才是那个真正决定整个大周命脉所在的关键人物。哎呀呀呀，你这可太抬举我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夸了，你再夸我就要飘了。其实我今日前来并无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来给这位师妹讲一个故事。师妹？说来话长了。北海有一鬼族，其名为影，乃是受天地眷顾的宠儿。这一族之人不仅血脉天生便具备净化世间一切诡异的能力，而且族中男子个个英俊潇洒，女子更是倾城倾国，万里挑一。100年前，影族曾派出一名圣女行走于我荒渊之地，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一名刚刚从十方沼泽镇压妖魔归来的皇子。二人私下产生情愫，洛天红便将那位圣女带回了紫霄皇朝。那位圣女展现出了不似凡间的才华，短短3年时间，她便帮助当时处在夺嫡弱势的洛天红取得了绝对的优势。但也就在那个时候，紫霄皇朝周边突然被无数嗜血妖魔袭扰，边境危急。迫于无奈，那位圣女以一人之力镇压了整整1500头嗜血妖魔，驱赶了近100只鬼祟，令那蛰伏于深渊的蛊神不敢动弹分毫。最终，洛天红便凭借着这无人能及的赫赫战功，坐稳了紫霄皇朝的皇位。然后呢？你可知那为祸边境的1500头嗜血妖魔为何会突然袭扰皇朝？皇子夺嫡，不愧是影族血脉，一点就透。没错，原本洛天红是所有皇子中最没有希望坐上那个宝座的一位，但就因为这位圣女的出现，彻底打破了所有皇子心中的预想与平衡，所以便生出了歪心思。在圣女显现血脉之后的某一天，皇宫之中突然来了一群神秘人，强行带走了那名影族圣女。这给了洛天红一个沉重打击，他发誓要亲自接回影皇后，于是便走上了一条变强之路，彻底沉迷于修炼与征战。在影皇后离开后的那10年里，他竟真的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再次镇压了1000多头从十方沼泽踏出为祸人间的大妖大魔，也因此与那十方沼泽里的蛊魔产生了交易。紫霄皇朝的灭亡与这些被镇压的妖魔有关？是，但也可以说不是。那影族圣女当时都被带走了，这小丫头片子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影族圣女的离去，使得洛天红将一切精力都放在变强之上。那些本已放弃皇位的皇子们，心中再次生出了不该有的野心。是那被镇压的那些妖魔？没错，那些残暴的阴祟，还有那画皮妖白江，这些都是你母亲当年镇压的妖魔其一。而你父亲镇压的那些，大多来自十方沼泽。说白了，你父亲与沼泽蛊魔之间只是一种交易，那些妖魔是他用来牵制蛊魔的底牌，但这种交易毕竟是一柄双刃剑。于是那些皇子便暗中勾结了十方沼泽里的敌对妖魔。所以我父亲是死在这些妖魔手中？不是，这些妖魔只是一个引子，关键点便在于你母亲镇压的那1500头残暴妖魔。你本不应该出生。因为你身负的影族血脉是那些妖魔鬼怪的天生克星，也是那影族绝不允许出现在外地。一旦他们发现影族血脉在外被分散，整个大周都将危矣。当初你母亲为了防止给紫霄皇朝带来灾难，在你出生之时，她便提前将你彻底封印。她离开之后，
那镇压那1500头残暴妖魔的任务，就继承到了你这个拥有镇压血脉公主身上。只要你在紫霄皇朝的国都之内，那被镇压的1500头残暴妖魔便会永世安分。但就在你父亲一次领兵出征之时，你被人偷走。你刚离开国都，那座镇魔地宫的封印立刻减弱。你刚离开国都，那座镇魔地宫的封印立刻减弱，1500头残暴妖魔当场暴动，直接挣脱出了200多头，造成整个紫霄皇朝动荡，浮尸百里。你父亲得知这个结果，当即命令国师苏敬言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你，他自己则亲率100万大军开始镇压那流窜出去的200多头残暴妖魔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加深了地宫封印，花费了整整3年时间，斩杀了其中100头挣脱而出的阴髓，最后的100头也被他尽数捕获，凭借一己之力硬生生镇压了这场动乱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就在他准备将那100头妖魔重新封印的那一日，他最信任的哥哥骆文渊携带10方妖魔偷袭，导致他遭到严重反噬。不好，镇关守！我说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脾气还大得很，气得血脉都开始暴动了。你先听人把话说完再生气。这竟然是镇压之力。继续说吧。骆文渊为了坐稳那个皇位，谋害你父亲，又将整个骆氏皇族屠戮一空，让他成为你之外的唯一继承人。不过骆天虹能坐上皇位，自然不是庸才。他提前留了一个后手，便是他的亲信，也就是当时的30万镇妖军的司主周天元，以及他与十方沼泽交易的底牌。当时的周天元正在外执行任务，等他回来时，便收到了你父亲留下的一封密信。周天元按照密信，动用了你父亲留下的那300头大妖，将骆文渊的势力一一瓦解，最终驱离上京城。可这个时候，皇位已无骆氏血脉继承，他便应了你父皇密信临终所托，暂代皇位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苏敬言也终于找到了你，但你已经不适合返回大周了，因为影族终究发现了你，并派来了使者。为了保住你这唯一的皇室血脉，周天元与苏敬贤只能跟骆文渊妥协。3人之间达成了一个约定，约定中，苏敬言带你远走他乡，隐姓埋名，防止影族的清除。周天元暂代皇位，放弃追杀骆文渊，以换取他不再作乱，不将你存在的消息告诉影族。而那镇北王骆文渊也刚好需要时间重新发展自己的底蕴，于是便同意了这个约定。最终3人便以你解封为界限，重新划定那个护卫。而你解封的时间为期是100年，刚好就在16年前到期。原来我准备了16年的复国大计，我坚守了16年的国仇家恨，从头到尾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原来骆文渊早已设下死局，若洛离不肯顺着他的复国之路走，他便泄露洛离的踪迹，引鬼影族清洗家族血脉。苏敬言为保住洛氏最后火种，只能妥协，任由洛离踏入圈套。而我就是他苦苦找寻的破局之人。苏月当初在标路上百般阻挠，原来并非刻意针对，只是不愿让洛离落入既定死局。一旦洛离体内的镇压之力被骆文渊利用，那些被封禁的妖魔尽数破封，届时不止大周皇朝，整个天下都将生灵涂炭，迎来末日浩劫。所以那个暂代皇位的大周皇帝，如今屁股坐热了，就不想起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谁知道呢？人心最是难测。我奉师命留守大周，本就是为了等待师妹归来，将这段过往讲给她听，顺便将她母亲的遗物交还于她。如今我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，接下来的路如何抉择，便全看师妹你自己了。你老师是苏敬言那个死鬼？我老师他最近可好？他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力道？我已是天象境修为，竟然连他随手一拍都扛不住。他此刻应该正和洛天虹在地府凑一桌下棋呢。你与我老师有过节？过节？那个死鬼用20两银子就把老子从大云皇朝忽悠到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，你说我跟他有没有过节？20两银子就敢趟这九死一生的浑水，当真是个狠人。出发前爷爷交代过，当年他将我血脉解封的信物交给了一位亲信，待我到达上京城，那人便会交给我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定又是受骆文渊的胁迫，把这最重要的一环扣在了上京城。可恶！哎，你说这些废话干嘛？瞅给他气的。
师命难违。所以说这个小丫头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灾难，对吧？影族能被称作上天的宠儿，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血脉拥有净化诡异的力量，更恐怖的是那血脉深处的传承之力，那股力量能封印与解封世间妖魔。我刚刚交给洛离的这枚玉佩，正是解开她身上封印的钥匙。难怪这丫头平日里又笨又弱，毫无亮眼之处，原来是血脉之力一直被封印，从未解锁。行，那我也走了。真正强横的力量藏于血脉传承，如今人族血脉稀薄，早已没了上古神威，反倒妖魔鬼怪能完美传承种族力量，这也是人族弱势的根源。而影族便是拥有顶级血脉传承的异族，洛离的血脉含藏诸多恐怖能力，可别一时冲动引发天下大劫。算了算了，跟我无关，我只是个过路的镖人，本职就是把这丫头平安送到上京城，后续如何与我无关，反正只要酬劳到位，万事皆休。阁主，为何方才不将他们留下？我为何要留下他们？陛下的本意便是让他们入京，你们直接前往上京城等候即可。啊，阁主，若真让他入京，万一他与洛文渊会合，我大周江山岂不是岌岌可危？行了行了，那你去拦。陛下的旨意，所有的内情我都已经尽数告知，听与不听皆是你们的选择，与我无关。往后莫要再来烦我，否则我的良心会痛。刚才听白道然的意思，洛离的杀父仇人是洛文渊。那问题来了，我现在的任务是护送洛妖去见洛文渊。洛文渊万一突然蹦出来要劫镖杀人，我到底是砍还是不砍？有好几只是刚才在城镇中大开杀戒的紫府境大妖，可恶！陈大哥，你躲远一点，这次交给我。你确定？那你自己解开封印吧。放心，你伤不到我。我去，这影族到底是个什么逆天种族？别说，还真挺好看。这个小娃娃是那个影族的人，姓骆的那个家伙，他不是说影族女人已经被人抓走了吗？该死的，我们都被那个家伙给耍了！不好，快动手，绝对不能让他释放净化之力！这就是净化之力，确实是不讲道理。这个是死亡之力，镇关手。就这，弄死几头妖魔就把自己给干废了。明明20两银子就能搞定的事儿，非要自讨苦吃。现在好了，还害得我们损失了2头日行千里的坐骑。这到底是仙女还是魔女？刚才那股带着圣洁气息，说她是9天玄女下凡都不为过。可现在说是9幽魔女降世，都有些贬低了她。这股力量丝毫不比那些顶尖的邪祟妖魔差，甚至犹有过之。难道净化之力的死对头便是死亡之力？难道一旦过多的动用净化之力，便会导致另一股力量失控爆发？这也就说得通影族在世间根本不显的原因了。他们虽然拥有这种堪称逆天的力量，但伤人的同时，也必然会伤到自己。原来桃花仙和喜儿他们所说的万劫不复，指的是一旦让这个丫头被仇恨冲昏头脑，过度动用体内的净化之力，那么她体内积攒的死亡之力便会在顷刻间爆发，将万里河蛇化为灰烬。这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灭世灾难啊！真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弄死的，你没看见？赔钱！
你看看你现在这鬼样子，离我远点，别吓到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丫头不像是装的呀，难道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她这血脉之力解封后还有2种形态？陈大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毒了？这还不是你自己作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的血脉传承里根本没有这种记载。没有？难不成他这个影族人不小心长歪了，变异了？亦或者说是中了某种邪恶的诅咒？这好像真是一种诅咒。这丫头的血液竟然全都变成了令人心悸的纯黑色，这个丫头搞不好真要成什么九幽魔女了。陈大哥，我这样子还能变回去吗？你这本就是你应该有的样子，你让我怎么给你变回去？可你刚才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，我身上那股奇怪的力量不就消失了吗？你真当我是神仙，无所不能啊！当初绑定系统获得了3种奖励，第一是无坚不摧可以不断升级的斩马刀，第二是万法不侵的标人体，第3就是这镇压世间一切邪恶的镇关手。可他这力量正在不断变强，如果爆发瞬间扩散开，所过之处万物殒灭。那陈大哥，是不是这种力量再爆发，你还可以帮我镇压？镇压不要力气啊！我可以加钱。这倒不是加不加钱的问题，不过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也不能驳了你的面子。正好，咱们先把之前的账给结一下。为你弄死了3匹宝马，替你镇压了2次死亡之力，前边这个就当赠送。接下来，只要你这死亡之力爆发，给你镇压，就收你1000两吧。我不信他没有办法解决我身上的问题，肯定是钱没到位。800多标点了啊！这一旦交了任务，升到天象境，还有他陈官买不起的东西。走。距离我的人生巅峰，也只差这最后的400里路了。小伙子，你们这是要去上京城？对，去上京城办点事。去不得呀！为什么？你这……老伯别怕，我这妹子是中了毒，正准备带她去上京城拜访名医呢。上京城现在去不得了呀！听说城里关押的那些妖魔全都暴动了，城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支大军，正在攻城呢。难怪这关键的几百里没有任何人截杀，原来在前边狗咬狗打起来了。多谢老伯仗义直言，这些银子你拿去给乡亲们分的当路费吧。真打起来了。陈大哥，我这股力量好像一沾染到鲜血就会变强。哼，不对，我本不想将周天元想的那么坏，也不想将洛文圈想的那么无情，但现在不得不承认，这2个家伙都不是人。他们都知道这丫头身上的古怪，都知道这个傻丫头只要不断的吸收血气，就会加速激活她身上那诅咒，也知道这诅咒一旦被彻底激活，这丫头便活不长了。他们都等着利用这个丫头生命中最后的一点余热，去灭掉对手，去扫除对手手中他们无法扫除的底牌，好让自己能够安安稳稳地坐上那个位置。陈大哥，我体内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？一种血脉诅咒，这应该是你们影族为了防止血脉外流，特意种下的一种血脉诅咒。它就藏在你的血脉深处，18岁便会彻底爆发。这既是一种保护自家血脉不被玷污的极端手段，也算是一种对胆侵犯影族血脉之人的终极报复。陈大哥，送我去上京城吧，我想去看看我父皇。想好了，去上京城。一旦诅咒爆发，万里之内万物殒灭，寸草不生。你不是说我只有1日可活吗？我现在只是想去我父皇的坟前看一眼，离我父亲近一点。如果我身上的诅咒你真的压制不住了，我希望在彻底爆发之前，你能亲手用你最快的那一刀，让它永远不要爆发，好不好？
可以，但得加钱。陈大哥，这个给你，这是一张藏宝图，里面的财物足以让任何人一生都用之不尽。你以后就不要再走镖了，即便是这十朝，也不过这个妖魔乱世的沧海一粟，太危险了。老子不要空头账，就算你要死，也得先把欠老子的账还清了再说。陈大哥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死呀？不，你死得越早越好，免得到时候惹下大麻烦，把我的名声一起搞臭了，让我以后接不到生意。反正你不接这藏宝图，我就当你舍不得我死。哼，你少臭美了，还嘴硬，不然这可是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，你为何不接？如果我不是什么洛家公主，不是什么影族血脉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野丫头，那该多好。还嘴硬，不然这可是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，你为何不接？如果我不是什么洛家公主，不是什么影族血脉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野丫头，那该多好。这场惨烈的攻城战，就是为了洛离而打，为了制造足够的血气，彻底引爆他体内的诅咒之力。阁下何人？路人。滚开！